我明明出身长生世家，却因为灵根普通，只能当个不起眼的族人。可族人不但不嫌弃我，还一直把我当成家族未来的希望。不仅仅因为我父亲是这一代家主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天生带着一枚轮回印，这东西不能让我修炼变快，也不能让我立刻变强。但只要我完成一次轮回历练，找回一段前世记忆，不仅能增长寿元，还能慢慢改善根，得到一些修行机缘。只是自己去寻找前世因果太麻烦，于是我果断把这些事全都交给了家族。那天夜里，林家春灯殿内，10几位族老围着一盏青灯，沉默不语。殿外的风吹得严铃轻响，可殿内没人敢先开口，因为他们刚刚得到一个坏消息，我的灵根还是普通，普通到连引气入体都很费劲。我脾气的三叔林半山一掌拍在桌上，桌上的茶盏都跳了起来。不可能，林凡这孩子从小心性稳，读书也快，怎么会连第一层气都引不进来？旁边的温彦秋长老叹了口气，心性是心性，灵根是灵根，修行路从来不只看努力。我父亲林怀月坐在主位，他的脸色很平静，可我看见他手边的茶早就凉透了。这时常无救长老缓缓开口，家主，若轮回印再无动静，林凡以后也该学一门稳妥的本事，管库、抄经、看灵田都能安稳过一生。他话说的不难听，却像一根细针，扎的殿内更安静了。我站在门外听了半晌，终于推门进去。爹，各位长老，我可能不用去看灵田了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林半山眼睛一亮，小凡，你能引气了？我摇头，不能。殿内刚升起的期待又落了回去，但我把袖子卷起，露出掌心那枚淡淡的原因，它正在发光，不是耀眼的光，而是一圈一圈，像水波一样慢慢荡开。我轻声说，轮回印醒了。此话一出，春灯殿内的青灯同时亮了3分。父亲猛然起身，连椅子都往后滑了1尺。你说什么？我抬起头，我说他醒了，而且他给了我第一条提示。温彦秋长老眼中有光，提示什么？我看向殿角那个旧木箱，找一件不会响的木铃。殿内一片愕然。林半山挠了挠头，不会响的铃，那不就是坏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轮回印就是这么说的。常无救皱眉，一枚坏铃能改变灵根。我没有反驳，只是走到旧木箱前，那箱子很旧，上面贴着母亲亲手写的封条。我娘温兆水13年前离开家族，去了青琼岭修补一座古镇，从那以后再没有回来。父亲说他还活着，只是暂时回不来。可我每次问他都沉默。现在我掌心的轮回印正对着那只旧木箱发热，父亲亲自揭开封条，木箱里没有宝物，没有零食，只有一堆旧东西，一把断书，一截红绳，一张发黄的药方，还有一只灰扑扑的小木铃。林半山把木铃拿起，用力一晃，果然没响。他刚想笑，下一刻我掌心的轮回印忽然一震，那只木铃也轻轻颤了一下，没有声音，却让所有青灯同时向我倾斜，像是在行礼。我眼前一滑，整座春灯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被雨水浸湿的青石巷。我站在巷口，手里拎着药箱，怀里抱着那只不会响的木铃，耳边有人喊我，阿成，快些，东街的孩子还等着药。我愣了一瞬，很快明白过来，这不是梦，也不是什么怪力乱神，这是轮回印留下的旧事，他要我走完这一段路。我低头看药箱，里面有7包药，每一包都写着名字，我必须在天亮前把他们送到7户人家，否则青灯药局就会错过救人的时辰。雨越下越大，巷子里积水没过脚踝，我没有灵力，也没有轻功，只是一具普通少年的身体。可爽点就在这里，我发现药箱底下压着一张手绘小巷图，那不是地图，是前人用心记下的路，哪家屋檐能避雨，哪座桥底能绕近路，哪条巷子有老槐树可以借力翻滚，全都画得清清楚楚。我照着图走，比所有药童都快。第1包药送到时，屋里的孩子刚好咳醒，他的母亲红着眼给我行礼。第2包药送到时，一个老人摸索着要给我铜钱，我没收，只拿走他门口一片能止渴的青叶。第3包药送到时，我发现药方写错了一味草，芦叶草不能用铁刀切，否则药性会散。我立刻折回药局，把整锅药重煎。药局掌柜急得跺脚，你一个小药童懂什么？我没解释，只把青叶放入锅中。药香一出，掌柜脸色变了，这味道，对了，真的对了。天快亮时，我还剩最后1包药，雨水却冲垮了巷尾的小桥，所有人都说过不去，可我看着那只不会响的木铃，忽然想起它真正的用处，它不是给人听的，是给桥下的千州人看的。只要挂在竹竿上，灯光一照，千州人就知道药童到了。我把木铃挂起，远处果然有一盏小灯亮起，一只小舟破雨而来。我踏上小舟，把最后1包药送到那家门口，一个小女孩正抱着膝盖等我，她没有哭，只小声问哥哥，青灯还会亮吗？我把药放进她手里，会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条路，青灯就会一直亮。话音落下，整条雨巷亮了，我手里的木铃终于响了一声，叮，很轻，却像春雷。我猛地睁开眼，人已经回到春灯殿，手中多了一滴青色露珠，所有族老都盯着我。林半山声音发抖，小凡，你刚才身上亮了一圈青光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我的眼角还湿着。那条雨巷太真实，那些等药的人也太真实。我把青色露珠滴在殿外那节枯杏之上，下一刻枯枝抽芽，新叶舒展，淡淡的草木灵气像风一样钻进我的经脉。我第一次清清楚楚感到了灵气，虽然很弱，却是真实存在。父亲握着我的肩，声音低哑，凡儿，你能修炼了。我点头，只能感到1点，但已经够了。轮回印给了我第1份奖励，寿元增3载，根骨洗去1层浊气，还有一门小法门，听草诀。林半山当场笑出声，好，太好了，一只坏木铃换我林家少主开窍，这买卖划算。温彦秋长老纠正他，不是少主，是族人林凡。家主早说过，林家没有谁天生该被供着，但今日以后，林凡的事便是全族的事。常无就沉默了很久，才慢慢开口，只是一次成功，还不能证明后面也成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争辩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证明还在后面。父亲很快下令成立寻阴司，不找灵丹，不抢秘宝，只寻找和轮回印有关的旧物旧事。族规也定得很清楚，不得强取。第2，不得欺人。第3，旧物若有主人，必须以诚相求，主人不愿便不打扰。第4，寻到旧物后，若能帮一地百姓修桥补路、治田护渠，就顺手去做。林半山听完直拍大腿，家主，我们是找东西，不是开善堂。父亲淡淡看他，轮回印记住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物件，是人心。你若嫌麻烦，就留在家里看门。林半山立刻闭嘴，我差点笑出声。三叔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怕我爹这张冷脸。可更大的爆点还在木林里，温彦秋长老用灵光一照，木林底部裂开一道细缝，里面掉出一片青色小叶，小叶薄如纸，却有天然纹路，像山像河，又像一盏灯的火苗。父亲看见他的瞬间，脸色变了。春令，我问什么是春令，父亲沉默片刻，才说林家祖地有一棵长生树，你小时候见过，它不是
是让人不老的神树，它只是能稳住一方灵脉，护住三山六郡的灵田水脉。可16年前，长生树开始枯萎，你娘离家就是去查这件事。我心头一震，所以我娘失踪也和春令有关。父亲没有否认，5片春令散落在外，若能找回长生树，便有机会复苏。我看着掌心的青叶，忽然明白了，我的主线不是变强，也不是一夜逆天，而是找齐5片春令，完成5段轮回历练，修复长生树，找到我娘失踪的真相，顺便把那些看不起普通灵根的人一个一个打服。寻阴司成立的第2天，林家就热闹疯了。大伯林兆也带人翻祖库，从早翻到晚，连老鼠洞旁边的破瓦片都没放过。三叔林半山带着一队人下山，见到旧物铺就进去问有没有不会响的铃，不会转的风车，不会漏的破碗，不会亮的旧灯。掌柜吓得以为他来砸场子，还是顾南祠管事赶紧解释，我们林家收旧物不欺不抢，讲价公道，还能帮你们修屋顶。3天后，第一批线索送到我面前，有一把生锈小锄，一只断了头的笔，一只裂纹棋盘，还有一枚磨平的铜钱。我掌心的轮回印只对2件有反应，裂纹棋盘、磨平铜钱。可铜钱的光很淡，像是还不到时候，棋盘的光却很亮。送来棋盘的人来自云麓书院，名叫韩问主，他是书院长室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，说话不急不慢。林家若要这棋盘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父亲问什么条件？韩问竹看向我，让林凡随我去书院住7日，书院不看出身，只看本事，若他能过3关，棋盘便赠给他，若不能，说明此物与他无缘。林半山不乐意了，一块破棋盘还敢考我家孩子？韩问竹笑了笑，不是考他，是考这枚轮回印。我看向父亲，父亲没有替我决定，只问我你想去吗？我点头，去。家族替我找路，可路终究要我自己走。出发那天，林七池非要跟着我，他是我同辈里剑法最好的一个，平日里话少，但每次我被人议论灵根普通，他都会默默站到我身后，谁再多说一句，他就用剑鞘敲谁脚边的石头，不伤人，但很响。这次他抱着剑站在山门口，语气平静，我陪你。我说你不修剑了？他看我一眼，你若被人欺负，我会分心，不如亲眼看着。我心里一暖，嘴上却说放心，我现在会听草诀，谁藏在草丛里说我坏话，我都听得见。林七池终于笑了一下，那你先听听路边那株狗尾草在说什么。我闭眼装模作样，他说林七池今日剑碎戏反了。他低头一看，果然戏反了。顾南祠在后面憋笑憋得肩膀直抖。去云麓书院的路上，我们路过云沙镇，镇口的水车坏了，一群百姓围着发愁。韩问竹本想直接走，我却停下，因为轮回印微微热了一下，不是因果物，是草木水气不顺。我走到水车旁，听了一会儿，对木匠说，不是轴坏了，是下面的竹篾卡了河泥，你们若硬推，轴会裂。木匠半信半疑，下水一摸，果然摸出一团河泥和断柱。水车重新转起来时，镇上人都鼓掌。一个卖热饼的于婆婆硬塞给我2个饼，少年郎，你是林家人吧？你们家这些年常来修曲，不收钱，也不摆架子。好，我咬了一口热饼，烫得直吸气。这就是日常的小爽点，没打架，没夺宝，但我忽然觉得长生树要护住的，大概就是这些热腾腾的烟火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白衣青年走到于婆婆摊前，把一枚磨平铜钱放在桌上。婆婆，这钱你留着也无用，我出10枚灵贝买了。我掌心的轮回印猛地一震，那枚铜钱就是线索里的铜钱。于婆婆摇头，不卖，这是我阿爹留下的。白衣青年仍旧温和，20枚。于婆婆还是摇头。白衣青年身后的随从有些不耐，婆婆，我家公子是段灯楼段云鹤，他买旧物从不亏待人，你何必执拗？段灯楼，我记下了这个名字。父亲曾说过，这些年有个神秘组织专门收集和长生树有关的旧物，他们不一定作恶，但做事很急，常常不顾旁人意愿。我走过去，把刚买的热饼放在桌上。婆婆，铜钱若不卖，可以借我看一眼吗？于婆婆认出我，笑着递来，当然可以。我接过铜钱，轮回印只亮了一半，脑海里浮出一行字：五阴未齐，灯钱不开。我心里一沉，原来他是第5件，现在还不能动。段云鹤看着我，眼神微冷，你也是为他来的？我点头，但婆婆不卖，我就不买。段云鹤笑了一下，若旧物关系重大，个人意愿也要排在大局后面了。我把铜钱还给于婆婆，大局若连一个老人家的念想都容不下，那就不叫大局。这句话一出，周围人都安静了。段云鹤看了我很久，忽然收起灵贝，林凡，我记住你了。我也笑，记住可以，别惦记婆婆的钱。他转身离开，可我看见他袖口绣着一盏没有火的灯，这成了第1条暗线。段灯楼、空灯盏、磨平铜钱，我总觉得他们早晚会撞到一起。到云麓书院时，正好赶上7日春事。书院弟子听说我是林家那位普通灵根，反应很复杂，有人好奇，有人同情，也有人不太服气。一个名叫魏成风的少年拦在门口，他没有恶言相向，只是直白地说，林凡，书院3关很难，你若只是靠林家名声来取棋盘，恐怕不合适。我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不靠名声，我靠脑子。魏成风一愣，旁边有人笑出声。第1关变草，院中摆了30盆灵草，其中29盆是真，1盆是假，弟子需要在一炷香内找出来。很多人上前闻味摸叶看根，我没有动，只站在风口闭眼听草诀悄悄运转。30盆草的气息在我耳边响起，真草有细微生机，像睡着的人在呼吸，假草没有呼吸。可奇怪的是，有一盆明明是活的，却在装死。我睁眼指向最角落那盆灰叶草，韩问竹问你确定？我说假的不是它的根，是它的名字，这不是灰叶草，是叶和芽。有人把叶面涂了灰粉，想误导人。韩问竹眼中一亮，第1关过。魏成风表情变了。第2关问渠，书院后山的灵渠突然倒流，需要找出原因。所有人都以为是阵势坏了，我却蹲在渠边捡起一片被水泡软的竹叶，竹叶背面有3道细细的鱼纹。我问上游是不是新放了一批银尾鱼？韩问竹点头，不错。我说银尾鱼喜溺水，夜里会着灵藻，灵藻一断，水气就会回旋，不必修正，把灵藻移到东岸，再放3块温石，明日水就顺了。众人半信半疑，可半个时辰后，灵渠真的缓缓转正。魏成风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？我说刚学的，在云沙镇水车边学的。第3关谢棋，那只裂纹棋盘被摆在高台上，棋盘上只有黑白13字，看似残局，实则是山河水脉图。我盯着棋盘，轮回印开始发热，下一刻我眼前又变了，我站在一座编成城楼上，风里全是沙，身边没有刀兵，只有一卷水渠图和一盘裂纹棋。有人喊我沈书立，北渠快干了，蓝田也在等水，先救哪边？我明白了，这
这是第2段轮回历练，我不是将军，也不是强者，只是一个会算水路的小书吏。眼前的难题很现实，水不够，人却都要活。若按强弱分，必有人怨；若平均分，所有田都就不活。我盯着棋盘，忽然发现13枚棋子不是人，是13道闸口，只要按顺序开合，水能在夜里绕过干渠，先润根，再回流。虽然慢，却能让所有田撑到下一场雨。城中豪户不愿意，他们想先开自家渠，我没有和他们吵，直接把账本摊开，谁先取水，谁后不量，谁若多取，明年水渠修缮便按3倍出力，规矩明明白白，谁也没法耍赖。有人拍桌，我也拍桌，但我拍的是棋盘。棋子一落，水渠图亮起，城外第1道水终于流进甘田。一个小孩跑来，把半块麦饼塞进我手里。书吏哥哥，我娘说你让我们家的苗火了。我握着那半块麦饼，心口发酸。这一次的泪点比第1场更重，因为我突然明白，所谓前世记忆，未必真是我的前世，也可能是轮回印收录的旧怨。那些平凡人的旧怨不该被忘。醒来时，我还坐在书院高台上，棋盘的裂纹里浮出第2片春令，淡蓝如雨。韩问竹向我行了一礼，这棋盘归你了。魏成风沉默很久，忽然也向我拱手。林凡，我之前看清你了。我笑着回礼，没事，我以前也看清自己。这一句话让书院弟子都安静下来，因为打脸最爽的地方不是把别人踩下去，是你站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做到了。我回到林家的那晚，全族在长生树下等我。长生树很大，树冠却稀疏，枝叶有一半已经泛黄。我把青令和雨令放在树根前，树根轻轻一颤，2片新叶长了出来，很少，却足够让所有人红了眼。一个年纪很小的族弟跑过来，小声问我：凡哥哥，树好了，我是不是就能继续吃青叶糕了？我摸摸他的头，能。等树好了，我给你吃2块。他伸出3根手指，3块。我严肃点头，成交。父亲站在树下看着我，眼中全是疲惫。我忽然发现他鬓边多了一缕白。以前我总觉得父亲是家主，什么都扛得住，可今晚他只是一个等儿子回家的父亲。我把半块麦饼的记忆告诉他，他听完沉默许久，才低声说：你娘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说长生不是一家独享，而是一方人长久安稳。我心中一动，娘到底发现了什么？父亲看着远处，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。我急了，又是这句。父亲却把1块饮石递给我，这是你娘走前留下的。他说，若你能找回2片春令，就给你看。我立刻注入灵气，饮石亮起，母亲的身影出现在光里，她穿着青衣，眉眼温柔，像我记忆里一样。凡儿，若你看见这段影像，说明你已经走到第2步，别怕自己慢，慢有慢的好，走得慢的人才看得见路边的人。我眼眶一下热了。他停顿片刻，继续说，记住，不要急着打开铜钱。第5件因果物不是钥匙，是问题。若有人拿空灯盏来找你，先别信。影像到这里忽然断了，我握着饮石，掌心全是汗。空灯盏、断灯楼、断云鹤，果然有关系。第3件因果物来得比我想得快。青蓝药蛊送来请帖，药蛊少主江离一邀请林家参加春药会，请帖背面夹着一片碎瓷，轮回印一碰就亮了，那是第3件。裂口青瓷碗，我带着07池和不难瓷前往药物，路上三叔非要塞给我一大包护身符。我说，三叔，族规不是说不信这些吗？林半山理直气壮，这不是护身符，这是我写的字条，上面写着谁敢欺负林凡，回来找林半山讲道理。我翻开一看，每张字条后面还有一行小字，讲不通就找林怀月。我默默收下，这东西比护身符好用多了。青蓝药谷很热闹，满山都是药香，可我刚到就遇到一个小麻烦。药谷外院弟子罗景行挡住我，听说你靠旧物开窍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若不看旧物，你会什么？这话不重，但带着试探。江离一站在旁边没有阻拦，显然也想看看我本事。我看了看他面前的药篮，里面混着10几味草，我随手拿起一株，这味天心草，才早了半日，药性浮在叶间，入丹会燥。又拿起第2株，这味白鹿根，洗得太干净，根须上的细土反而是护性之物，不能全取。罗景行脸色微变，我再拿起第3株，这味最有意思，不是药草，是用药香熏出来的普通蓝叶，谁放进来的？全场一静。江离一看向身后管事，管事脸都白了，罗景行也愣住，因为这蓝药是他准备给我出题的，结果他自己都没发现里面混了假叶。江离一走上前向我一礼，林凡，这一关你赢了。我问有奖励吗？他笑，有，今晚药谷厨房随你点菜。我本想客气，可顾南慈替我开口，那就3碗清笋面，多加葱。江离一愣了一下，就这个？我认真点头。赶路3日，林丹不想吃，就想吃口热的。这一晚我们在药谷小厨房吃面，药谷的灶娘宁老听说我是林家孩子，又给我添了一勺汤。孩子，你娘当年来药谷也最爱喝这汤。我手一顿，你见过我娘？宁老点头，见过。他那时不肯说自己累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他连筷子都快拿不稳了。我低下头，热汤的雾气熏得眼睛发酸。我一直以为母亲离开是去做很厉害的大事，可没人告诉我，她也会累，也会饿，也会在小厨房里喝一碗普通热汤。宁老从柜子里取出一只裂口青瓷碗，这碗是你娘当年补好的。他说若有一天林家孩子来找，就给他。我接过瓷碗，轮回印瞬间亮起，第3段历练开启。这一次没有雨巷，没有边城，只有一间小粥铺，外面大雨倾盆，屋里挤满避雨的行人，锅里只剩半袋米，却来了越来越多的人。有人说米不够，关门吧；也有人说先给付钱的人。我站在灶前，看着裂口青瓷碗，忽然明白任务，我要用半袋米煮出足够暖意无人的粥。这听起来不可能，但我在灶台边发现了豆渣、山芋、青菜根，还有一小罐盐。我把米熬开花，豆渣炒香，山芋切碎，青菜根熬汤，最后每人1碗，不多但热。一个赶路的少年喝完，把自己怀里的干果倒进锅里；一个妇人拿出2块饼，一个老人添了半壶水，最后半袋米真的熬过了一整夜。宁老的声音在记忆里响起：孩子，1碗粥的本事不是把米变多，是让愿意添柴的人变多。我醒来时，眼泪落进瓷碗，瓷碗的裂口竟然慢慢合上，碗底浮出第3片春令，颜色厚重如土。轮回印给我的奖励不是攻击法门，而是一门小回春手，能调理草木，也能缓和修饰轻伤，不神奇却很实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灵根终于从普通变成了下品青灵根。我当晚引气成功，灵气在经脉里转了一圈，虽然很细，但顺畅的让我想哭。07池守在门外，听见动静，只问了一句：成了？我点头，成了。他把剑抱得更紧，那以后你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一点点了。我笑，只是一点点。他也笑，一点点也很好。药谷春药会最后1日，真正的爆点来了。药田忽然大面积沉睡，不是枯萎，只是灵草像睡着一样垂下叶子。若3日不醒，今年药会就毁了。所有人都怀疑是外人动手。罗景行第一个看向我，但他没说难听
听话，只是脸色难看。江离衣却直接挡在我面前。林凡昨日才救过药兰，我信他。我心中一暖，这姑娘是个明白人。我蹲在药田边，运转听草诀，很快听见一阵很轻的困意，像有人在草根旁撒了棉粉。我顺着气息找到水渠，又顺着水渠找到后山竹棚。竹棚里，一个药谷外院少年宋怀沙脸色苍白，手里还握着棉粉袋。众人赶到时，他直接跪下。我没有害人，我只是想让春药会推迟。我妹妹病着，我想多挣几天工钱。我知道自己错了。江离衣脸色难看，可他没有立刻发怒。我走过去，拿过棉粉闻了闻，剂量不重，还有救。我用小回春手配合清露，把药田一点点唤醒。灵草重新抬头时，整座药谷都响起欢呼。罗景行走到我面前，认真道歉。昨日我试探你，今日又差点误会你，是我不够稳。我说能道歉就不晚。宋怀沙被药谷按规矩处罚，但江离衣也替他妹妹安排了药工名额，不是纵容，是让错事停在这里，别变成更大的错。我很喜欢这个处理，因为真正的爽点不是谁倒霉，而是事情被解决，人也有机会回头。我离开药谷时，江离衣把一包种子交给我，这是青兰药谷新培的暖土草，种在长生树旁，也许有用。我接过，他又低声说：“你娘当年救过我父亲，若你要去青琼岭，记得叫我。”我点头，一定。回到林家后，3片春令归位，长生树抽出一小片新枝，族里孩子们高兴地围着树转，父亲却看着新枝，眉头更深。我问他，还差2片，为何你反而更担心？父亲低声说：“因为树醒得越快，藏在暗处的人越坐不住。”果然，当天夜里，巡阴司收到一封无名信，信上只有8个字：青崖建平，封令将开，第4件因果物在青崖。青崖建平是3山6郡年轻修士比肩的地。我一个刚引气的人去那里，怎么看都像送彩。林半山主动请缨，我陪你去，谁敢动你，我就和他讲道理。父亲看他一眼，你那叫讲道理吗？林半山沉思，我现在尽量先用嘴。众人都笑。最后父亲派林七尺同行，又让温彦秋长老暗中照应。我本以为此行会很凶险，没想到刚到青崖，先被一群剑修围观了。他们看林七尺是看对手，看我是看稀奇。一个背木剑的少年萧问月走来，你就是林凡？我说是。他说听说你靠旧物连过3关，可见凭讲的是剑，不是就是。我点头，所以我不比剑。萧问月愣住，你不比，那你来做什么？我指了指远处茶棚，找一截竹笛，顺便喝茶。众人哄笑，可没笑多久，茶棚里突然传来争执。一个游方乐师陆南星手里拿着半截与竹笛，正被人拦住。拦他的人袖口绣着无火之灯，又是段灯楼。段云鹤也在，他看见我一点不意外。林凡，这截竹笛对你也有用。我说看来你们也知道春令。段云鹤没有否认，我们只是想提前结束长生树的旧局。我问怎么结束，他看着我，把所有春令交给空灯斩，让长生树不再被任何家族掌控。这话听起来很正，可我想起母亲饮食里的提醒，空灯斩来找你，先别信。我走向陆南星，问他笛子卖吗？陆南星摇头不卖。那剑吗？他看了看我，你会吹笛？不会。你会修笛？也不会。那你凭什么剑？我想了想，凭我能帮你找回丢的曲谱。陆南星眼睛一亮，你知道曲谱在哪？我指向建平东侧的松林，风从那边来，竹笛一直在轻颤，他在等那边的声音。陆南星半信半疑，我带他进松林，在一棵老松根下挖出一个油纸包，里面果然是半卷曲谱。陆南星手都抖了，这是我师父留下的，我找了3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不是我知道，是风知道。他沉默很久，把竹笛递给我，借你，但你要还。我点头，一定还。竹笛入手，第4段历练开启。这一次我在山间雾里醒来，身后是一对采药人，前方山路被雾遮住，每走错一步都会绕回原地，不是鬼打墙，是山风乱流，会让人失去方向。我怀里有半截竹笛，任务很简单，带所有人下山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采药人里有人急，有人怕，还有人觉得我年轻不可靠。我没有这，先把所有人的腰绳连起来，再让走得最快的人压后，走得最稳的人在前。我听风，不看路，风撞到石壁会回，穿过竹林会散，越过溪水会凉。我用竹笛吹出短音，1声停，2声转，3声低头过崖。走到半山时，雾里传来求救声，有人说别管，天快黑了，我却停下，因为那声音的位置正是风口。若那里有人困住，说明真正的下山路也在那里。我们循声过去，救下一个迷路少年，也找到了出雾的路。最后一刻，山风忽然变急，竹笛断口割破我的手指，我却吹出了完整的曲子。风散月出，山下灯火万家。我醒来时，青崖建平上风声大作，竹笛里飞出第4片春令，颜色清灵如风。同时，我脑海里多了一门身份——听风部。还有一式最简单的剑招，不叫斩天，不叫破月，就叫劈柴。萧问月一直盯着我，忽然拔出木剑。林凡，我想是一招。林七尺皱眉，他刚醒，我却拦住他，一招可以，多了不行。萧问月很认真，只一招。建平众人再次围过来，他们都想看一个刚入门的下品青灵根怎么接剑修一招。萧问月出剑很快，木剑带风，指点我剑。我没有硬把，只用听风部测出半稳，然后以那是劈柴，轻轻敲在他剑脊上，啪，木剑偏了。萧问月整个人也愣了，不是我力量强，是他剑势最满的时候，也最怕偏1寸。全场安静，随后一片哗然。萧问月收剑，眼里没有恼怒，反而兴奋。好，再来。我立刻后退，说好一招。剑修果然不讲价，众人笑出声。段云鹤却没笑，他看着我手里的春令，低声说：“你越往前走，越会发现林家藏了很多事。”我也低声回他：“我会查，但不会把答案交给你们。”段云鹤转身离开前，留下了一句话：“裴兆涵要见你。”我记住了这个名字，裴兆涵，段灯楼真正的楼主。回家路上，我打开竹笛里藏着的细纸，那是母亲的字：“凡儿，若你已得风令，说明你学会了听风，那就替娘听一句。青琼岭的风不是从山外吹来，是从林家吹出去的。”我盯着这句话，后背微凉。林家内部有问题。我开始回想这一路，每次巡阴司刚得到线索，段灯楼就能很快出现；每次父亲想说母亲的事，总有人岔开。而常无救长老几乎每一次都劝我们慢一点，不要声张，不要外出，不要让长生树复苏太快。我没有立刻怀疑他，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完只说了一句：“继续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林家表面平静，暗地里却向上了弦。巡阴司继续找第5件因果物，父亲带人修复长生树周围灵区，温彦秋长老整理母亲旧卷，林半山则天天往山下跑，名义上收旧物，实际是查断灯楼的线。而我每天早起引气，上午学药，下午练步，晚上被林七池追着练剑。他说我那是劈柴太丑，我说管用就行。他说管用和好看可以同时拥有，于是他教我把劈柴练成披风。我练了7日，只学会不砍到自己
己一脚。但第8日，爽点来了，我在长生树下练步，忽然听见树根深处有一点轻响，像有人在敲门。我顺着声音挖开土，挖出一枚小小的灯芯石。温彦秋长老看完，脸色凝重，这是空灯盏的一部分。断灯楼找的东西，为何会在林家树下？父亲沉默，常无咎却忽然说，或许当年就是因为温兆水带回此物，长生树才出事。这句话一出，店内气氛瞬间变了。我看向他，常长老，没有证据的话，别轻易落在我娘身上。常无咎面色不变，我只是提醒。我笑了，那我也提醒你，我娘留下的4件线索，救了长生树4次，而某些人说了4次不要查。也很巧，店内更近，父亲没有阻止我。林半山眼睛都亮了，显然觉得我终于长大，会当面对人了。常无咎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，但我知道他已经起疑。第5件因果物，最终还是回到了云沙镇。于婆婆托人送信，说那枚铜钱夜里发热，她怕出事，想让我去看看。我带着灵七尺赶到时，云沙镇正在办春灯会，河边挂满灯笼，孩子们追着唐人跑。于婆婆把铜钱放在我手里，少年郎，这东西要真能帮你，你就拿去。但我有个小愿望，我爹年轻时是渡口摆渡人，他一辈子没留下名字，若可以，你帮我在渡口立块小木牌，写一句于渡客在此摆渡30年。我鼻子一酸，这要求太小了，小到让人心疼。我认真点头，一定。就在我接过铜钱的瞬间，河面灯火忽然全部一暗，段云鹤从人群中走出，这次他身后跟着一个青衣男子，男子眉眼清冷，手里提着一盏没有灯火的盏，空灯盏。我掌心的轮回硬烫的厉害。青衣男子开口，我叫裴兆涵，你娘的故人。我握紧铜钱，既是故人，为何不早来林家？裴兆涵看着我，因为林家有人不想我活着进去。这句话让我的猜测坐实了一半。林七尺拔剑半寸，裴兆涵却摆手，我不是来抢铜钱，我是来问你一个问题，若长生树复苏，林家继续掌控3山6郡灵脉，你如何保证以后不会有人借树压人？我说靠族规，靠众目，靠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。裴兆涵摇头，规矩会被改，人心会变。我反问，所以你要用空灯盏夺走春令，让谁都掌控不了，让灵脉散掉，让药田枯掉，让百姓先受苦，这就是你的答案。裴兆涵沉默。段云鹤低声说，楼主，林凡和别人不一样。裴兆涵没有理他，只把空灯盏放在河边，铜钱若入盏，第5因果会立刻开启，你敢吗？我看了看于婆婆，又看向河边那些灯，我敢，但不是为你，我是为于渡客。铜钱落入空灯盏，第5段历练轰然开启，我站在一条大河边，成了一个年轻摆渡人，和对岸有人等着过河，这边也有人。天色将晚，风浪渐起，一枚铜钱只能渡1人，可眼前站着3类人，一个急着送药的药童，一个赶考的书生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。若按钱渡，他们都只有1枚；若按急渡，每个人都急。我忽然明白，这段历练不是考我怎么选一个，而是考我敢不敢打破问题。我把船绳解开，对他们说，先上船。3人都愣住，钱不够。我说，钱是给船的，不是给命的，船能坐3人，就3人一起。风浪变大，小船剧烈晃动，我用听风步稳住重心，用观视眼判断水流，用小回春手安抚受惊的孩子，又用第1段语像记忆里的路线法避开暗礁。这5段历练在这一刻合到一起，我终于明白轮回印的真正用法。他给我的从不是单独的本事，而是让我学会把每一段旧怨用到新的路上。渡船靠岸时，那药童把药送到，书生赶上了最后一场入场中，妇人的孩子在河边笑出声。摆渡老人拍了拍我的肩，年轻人，记住，长生不是把灯藏在自己屋里，是让渡口一直有人点灯。这句话落下，磨平铜钱裂开，第5片春令如灯火般浮出。我醒来时，云沙镇河边的灯全部亮起，比刚才更亮。空灯盏却没有夺走春令，反而被5片春令压得嗡嗡作响。裴兆涵脸色第一次变了，你没有把春令献给空灯盏，你把空灯盏当成了渡船。我笑了，器物没有错，错的是用法。你问我怎么保证林家不独占，那我现在回答你，5片春令回归长生树后，林家会开3山灵渠，与6郡共立春灯器，每10年1审，由书院、药谷各镇耆老还有林家共同看护，谁也不能独占。裴兆涵盯着我，你一个林家晚辈，凭什么替林家做决定？父亲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，凭我是他父亲，凭我是林家家主。我回头，父亲来了，温彦秋、林半山、江离、韩问竹、萧问月、陆南星，甚至于婆婆都站在河边。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试炼，这是父亲早就布下的局。他当众取出家主令，林家今日立誓，长生树若复苏，春灯器便立，3山6郡共享其利，共守其责。此言一出，河边百姓先是安静，随后爆发出一片欢呼。裴兆涵看着父亲，声音发哑，温兆水当年也是这样说的。父亲眼眶微红，所以我等了16年，等我儿子把这句话堂堂正正说出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父亲不是不想告诉我真相，他是在等我有资格听完真相。裴兆涵抬手把空灯盏推到我面前，他不是你们的敌人，真正让长生树枯萎的是当年有人偷走了灯芯石，又把线索引到你娘身上，你娘追查到青琼岭，被困在阵中，一直没出来。我心口一紧，是谁？裴兆涵看向父亲，你心里应该有答案。父亲闭了闭眼，常无咎这个名字一落，我掌心的轮回印猛然刺痛，远在林家祖地的方向，一道青黑色光柱冲天而起。父亲脸色骤变，不好，他趁我们离开去动长生树了。我们连夜赶回林家，长生树下，常无咎果然站在那里，他身前悬着那枚灯芯石，四周阵纹亮起，却不是要毁树，而是要把长生树重新封住。林半山怒道，常无咎，你疯了！常无咎神色疲惫，我没疯，长生树一旦共享，林家的根基就会被分走，我只是守住祖业。父亲冷声道，祖业若要靠困住一方灵脉才能守，那不是祖业，是枷锁。常无咎看向我，林凡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懂，人心会贪，外人今日感激你，明日就会嫌你给的不够。我向前一步，我懂一点，我在雨巷见过等药的人，在边城见过等水的人，在粥铺见过添柴的人，在山雾里见过互相拉绳的人，在渡口见过同船的人。人心会变，但不能因为怕它变坏，就先把所有路堵死。常无咎沉默，然后忽然抬手，灯芯石飞入长生树根，阵纹暴涨。他不是要杀人，他要强行封印长生树，让5片春令再也归不了位。我早就防着这一手，手中铜钱一弹，空灯盏飞起，不是攻击他，而是照亮地上的阵纹。温彦秋长老立刻看懂，西南3步断线，将离撒出暖土草种，稳住树根。韩问竹以棋盘推演水脉，林七尺一剑斩断错乱的灵气线。萧问月和陆南星一人守风口，一人以笛声传讯。林半山终于找到了讲道理的机会，他一掌拍在地面，震散最后一道风纹。常无咎被灵光困住，没有受伤，却再也动不了。父亲看着他，眼里没有快意，只有失望。你若怕林家衰落，可以说
说可以争，但你不该把赵水困在青琼岭16年。常无救脸色终于变了，我没有想困他那么久，我只是想让他别把春灯气带回来，我只是想守住林家。我眼眶发热，守住林家不是牺牲我娘，也不是牺牲山下那些人。常无救低下头，再无话可说。他被交给三山公一堂处置，父亲没有私下报复，也没有当场泄愤，这才是我想守的林家，有规矩，有底线，有错就查，有罪就交公义。5片春令终于归位，长生树发出清亮的声响，树冠一层层舒展，星光如春雨落下。林家祖地亮了，山下灵渠也亮了，云沙镇的水车转得更快，青蓝耀谷的药田抬起叶子，云麓书院后山的灵泉重新清澈，青崖渐平的山峰吹散雾气，所有人都抬头看向同一片青光。我站在树下却没有笑，因为轮回印还在发热。他指向青琼岭，父亲走到我身边，声音很轻，走吧，去接你娘回家。青琼岭不远，却很难进，那里没有怪物，也没有阴森邪祟，只有一座极复杂的古镇，镇中风声不断，像有人一年年叹息。我用听风不开路，韩问竹用棋盘推阵，将离异用药香稳住众人气息。陆南星吹笛辨位，林七尺守在我身旁，父亲走在最前面，每走一段他就会停一下，像在辨认旧路。我问他，你来过很多次？父亲点头，每年都来，为什么不进去？他低声说，振兴需要春令，硬闯只会让你娘更危险。我忽然懂了，这些年最难熬的不是我，是父亲。他知道母亲在哪里，却不能救。他是家主，不能乱；他是父亲，也不能倒。走到振兴时，我看见一盏青灯，灯下坐着一个青衣女子，她闭着眼，发间有双色，却依然温柔。娘！我喊出这个字时，声音都在抖。温兆水缓缓睁眼，看见我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后笑了。凡儿，你长高了。只这一句，我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准备了很多话，想问他疼不疼，累不累，有没有怪我们来晚，可最后只说出一句：娘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他伸手摸我的脸，指尖很凉，却真实。不晚，我的凡儿，一点都不晚。父亲站在一旁，眼眶通红。温兆水看向他，怀月，你瘦了。父亲喉结滚动，你也是。两人没有抱头痛哭，只是隔着一盏青灯相望。可这一幕比任何哭喊都让人难受。振兴打开后，母亲走出青琼岭，长生树的青光落在她肩上，她发间的双色一点点淡去。林家山门前，族人们全都在等，没有排场，没有喧闹，只有小厨房宁老托人送来的一碗热汤。母亲接过汤，喝了一口，笑着说，还是这个味。我忽然觉得，所有轮回历练的尽头，也许就是这一碗热汤。这一夜，林家没有大宴，只在长生树下摆了几张长桌，青叶糕、热笋面、山泉茶，还有于婆婆送来的糖饼，所有人都可以坐，族老和孩子坐一起，书院弟子和药谷弟子坐一起，连裴兆涵也来了。他没有做主桌，只在树下放下空灯盏，对母亲行了一礼。师姐，我错了。母亲看着他，错了就补，别只会说。裴兆涵苦笑，我会把断灯楼改成守灯楼，以后专查灵渠旧账，谁想独占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林半山在旁边哼了一声，说得好听，先来帮我修30里水渠。裴兆涵沉默片刻，行。段云鹤在后面差点笑出声，我也笑了，这才像新的开始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，长生树忽然落下一片金色小叶，小叶落到我掌心，轮回印自行浮现，5圈光纹之外，竟然缓缓出现了第6圈。我脑海里响起一道从未听过的声音，不是木铃，不是棋盘，不是瓷碗，不是竹笛，也不是铜钱，那声音很轻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点灯。林凡，武春令只是门槛，真正的轮回印现在才醒。我浑身一僵，掌心浮出一行新字：第6因果屋，无名灯书，所在之处，林家藏经阁最底层，开启条件，抹去林凡之名。我猛地抬头，藏经阁方向，一盏从未见过的黑白双色灯悄然亮起。母亲脸色瞬间变了，父亲按住家主令，裴兆涵也豁然起身，而我掌心的轮回印给出了最后一行字：3日后，若不入灯书，长生树会再次沉睡；若入灯书，世上将再无林凡这个名字。我看着那盏黑白灯，忽然笑了。好不容易从普通灵根走到今天，好不容易把娘接回家，现在却有人告诉我，下一关要我先把自己从林家抹掉。这一次我没有慌，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能把事情交给家族的少年了。我回头看向父亲，看向母亲，看向林七尺，看向所有一路同行的人，轻声说：3天够我们把藏经阁翻个底朝天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藏经阁最底层传来一声低低的笑，那声音竟然和我一模一样。林凡，你终于来了，真正的轮回该轮到我了。那一声笑落下，藏经阁方向的黑白灯像在夜色里眨了一下，满桌青叶糕同时凉了半寸。林半山第一个站起来，手里还抓着半块糖饼，谁在装神秘？有本事出来吃我一饼！裴兆涵看了他一眼，30里水渠还没修完，你先别吃。林半山立刻把糖饼塞进袖子，我这是留着路上补气。母亲却没有笑，她望着藏经阁，脸色比刚从青琼岭出来时还要凝重。那不是普通镇灯，是照明灯阵。我问照明灯阵是什么？母亲低声说，一种只认名字不认人的旧阵，名字若被写错，人就会被阵法排斥，名字若被抹去，阵法也会跟着松动。父亲按住家主令，所以他要抹去凡儿的名。母亲摇头，不一定。他说世上再无林凡这个名字，可他没有说世上再无林凡这个人。我心里一松，林半山也松了一口气，那简单，以后小凡改名叫林不凡，又好听又吉利。藏经阁里忽然传来一声轻笑，黑白灯微微一颤，像是在嫌弃。我也嫌弃，三叔，你取名的本事还不如你讲道理。林半山不服，我当年给你取过小名，你爹不用。我心头一紧，什么小名？林半山很骄傲，林清高。全场沉默，连长生树都掉下一片叶子。父亲揉了揉眉心，幸好我没用。母亲看着我，眼里担忧还在，却多了一点笑意。3日，灯书给了我们3日，这3日不能硬闯，要先弄清楚他到底想抹去什么。父亲很快下令，林家封锁藏经阁外3层，不是防族人，是防外人趁乱入阁。温彦秋长老整理母亲旧卷，韩问竹推演灯阵，将离异调配稳神药香。裴兆涵带段云鹤去查守灯楼旧侧，林半山负责看门。他听完很不满意，怎么又是看门？父亲淡淡看他，你若想进阁也行，先把藏经阁门上的4321册书名背完。林半山立刻扛起椅子坐到门口，看门挺好，看门清静，真正的爽点。从第2天清晨开始，藏经阁门口站满了人，可那扇平日一推就开的木门，今日像长了脾气，谁靠近门上就浮出一行黑白小字：借书未还者不得入。谢福光守阁老人拄着竹杖走出来，胡子都快气翘了，谁借书不还？藏经阁的册子，老夫每月都查3遍。方小暖抱着一摞书册跟在后面，他是守阁小童，眼睛圆圆的，脸上沾着墨。他小声说：师傅，上个月您借了300
本菜谱。谢福光脸色一僵，那是为了研究古籍装订。林半山在旁边嘿嘿笑，研究到锅里去了吧？谢福光瞪他，你还笑？你借的17本阵法入门，一本都没翻。林半山理直气壮，我借来压桌角，桌角稳了，也算阵法有功。藏经阁门上的黑白字又变了，借书不读者，罚抄目录3遍。林半山笑不出来了，我差点也笑出来。可下一刻，门上又浮出一行字：青灯小记，借出16年，尚未归还。所有人都看向母亲，母亲怔了怔，从袖中取出一本薄薄旧册，封面已经磨白。我一直带着它，只是被困青琼岭，没来得及还。他把旧册放到门前，木门缓缓亮起，可还没打开，又浮出一行字：迟还16年，应缴青叶膏3篮。谢福光当场跳脚，胡说！藏经阁什么时候收过青叶膏？方小满认真翻册，师傅，古规里真有，但后面还有一条：若借书者为护一方灵脉持归，可减免2篮半。林半山立刻从袖子里掏出半块糖饼，那半篮我补了。藏经阁门沉默片刻，大概也没见过这么寒酸的补法。最后木门还是开了，门内不是熟悉的书架，而是一条向下的石阶，石阶两侧黑白灯一盏接一盏亮起。我刚踏入一步，脑海里那个和我一样的声音又响了：林凡，你带了太多人。我抬头，人多好办事，你若嫌吵，可以先忍忍。那声音顿了顿，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笑了笑，那你可能想的太少。石阶尽头出现一座小店，店中没有书架，只有一面空白名册，名册上浮出3个字：林凡是谁？父亲开口，他是我儿子。名册没有动。母亲开口，他是我等了16年才重新抱住的孩子。名册微微一亮，又按了下去。温艳秋说，他是林家轮回印传人。名册更暗，林半山急了，他是我侄子，我以后还指望他替我抄目录。名册闪了一下，似乎觉得这话有点诚意，可还是没有开启。所有人都皱眉。这时，一个小族弟从人群后面挤出来，就是当初要3块青叶膏那个。他举着手，小声说，他是凡哥哥，他还欠我1块青叶膏。名册忽然大亮，黑白灯全部转向那个孩子，孩子吓得往我身后躲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放心，这债我认。名册上浮出新字，人不只是身份，也是被记住的小事。第一门开，这一下全场都愣住了。韩问竹低声感叹，好一个照明灯阵，他不听虚名，只听真实。我也明白了，如果一个名字只剩下身份，那就像空碗，看着完整，里面却没有热气。第一门后又是3道锁：族谱锁、口名锁、本心锁。每一道锁下都有一句话，先从册上放下名，再从口中放下名，最后从心中放下名。林半山看完就皱眉，麻烦把锁撬了不行吗？他刚说完，一册厚书从天而降，啪的一下砸在他头顶，不重但很准。方小满眼睛一亮，藏经阁第一次打人打得这么有礼貌。林半山捂着头，我忍，为了小凡，我忍。这本书族谱锁最先亮起，父亲带我回到春灯殿，族谱摆在长案上，那是林家所有人的根，名字不能随意改，更不能轻易抹。可登书要的第一步，就是把我从家主一脉的名册上暂时移开。殿内气氛又沉了下来，有些族人担心，有些族人不安，还有人小声议论：若林凡之名从族谱移开，他还能算林家人吗？一个名叫林仲宇的同辈站了出来，他性子严谨，平日里与我不算亲近，此刻也没有恶意，只是认真。家主族谱既然在你，那林凡是否还可动用林家资源？这话一出，众人都看向他。林半山眼睛一瞪，你小子会不会说话？我却拦住三叔，他说的对，既然要放下名，那就放彻底。从今日起，在族谱归位前，我不用林家特供资源，只用普通弟子分力。父亲看着我，你想好了？我点头，想好了。母亲没有拦我，只是把一只普通布袋递过来，里面有木剑、干粮，还有一双他亲手缝的护腕。他说资源可以少，手不能动着。我接过护腕，鼻子有点酸。这就是母亲。你以为他会说大道理？他只担心你手冷不冷。族谱移民那一刻，我腰间的家主子令按了下去。藏经阁方向，第一道锁亮了一半，还差另一半。谢福光很快送来消息，藏经阁乱书梯忽然失控，300册旧卷悬在半空，若落下，古卷会损坏，守阁弟子不敢应接。父亲刚要派人，我站起来，我去。林仲宇皱眉，你现在只有普通弟子分力，不可动用护身法器。我笑了，不用，我动脑子。到了藏经阁，300册书卷在半空乱飞，像一群喝醉的纸鹤。方小满急得跳脚，那本水渠就考不能撞墙，那本要填杂技不能沾灰，那本三书界的阵法入门倒是无所谓。林半山不满，怎么又踢我？我闭上眼，运转听风步，书页翻动也有风，风从书挤过，会带出轻重。旧卷重，新册轻，指后者下沉慢，竹简者转弯急。我没有用灵力硬抓，只是站在中央，用木剑轻轻敲在几个木笋上，啪！第一架梯子停住，啪！第二排书架归位，啪！第三处暗扣合拢，300册书像听见号令，一册接一册落回原位，最后一本阵法入门，正好落到林半山怀里。我说三叔，他还是想让你入他。众人哄笑，林仲宇却没笑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向我行了一礼。我之前只看族谱名分，没看你的本事，是我狭隘。我回礼，你不是狭隘，你是守规矩，规矩若能被问清楚，就是好事。藏经阁深处，第一道锁咔的一声打开，名不在册，人仍在录。第二道口名锁，听起来最简单，做起来最要命，规则只有一条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所有知情者不可喊出我的名字，若喊一次，黑白灯便退一寸；若喊3次，第二锁重启。林半山听完大喜，这还不简单，不喊小凡就是了。黑白灯立刻退了一寸，全场看他。林半山愣住，我没喊大名啊。方小满举手，曾震觉得小凡也算。林半山捂住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叫你。他想了半天，叫你清高。我立刻说不行。母亲差点笑出声，父亲一本正经，那就叫那孩子。于是整个林家出现了极其奇怪的一天。母亲端早饭时，差点喊凡儿，硬生生改成了吃饭的孩子。父亲路过练武场，想问我修炼如何，开口却成了那位正在被剑追的族人。林七持宝剑看我，练剑的，过来。我说你这称呼也太随意。他淡淡道，那叫欠揍的。我立刻过去，顾难辞更绝。他直接写了一块木牌挂我脖子上，今日无名，有失血指。我走在路上，族人纷纷憋笑。小族弟跑来，刚想喊凡哥哥，被方小满一把捂住嘴。孩子眨巴眼，艰难改口，欠高哥哥。黑白灯居然亮了，我叹气，看来债比名更稳。本以为今日只要躲在家里熬到日落，没想到午后云沙镇和石榴村的代表一起赶来，两边因为春灯气候的灵渠时辰争执，谁都说自己更急，谁都拿得出旧账。若处理不好，春灯气刚立就要被人怀疑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意思很明白，这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去收尾。我带着斗笠走到议事棚，不能自报姓名，只能拱手。今日我只是记账人。两边代表面面相觑。石榴村的陈渠伯说，记账人，你能做主吗？我说账若记得清，
谁做主都不难。我让他们拿出田册，不看人名，只看水口高低，田亩远近，作物需水，再用棋盘法分出12个时辰。云沙镇先取前半夜，16村取后半夜，但后半夜水势弱，所以林家补3块温室在16村渠口，等雨季一过，两边再换顺序。陈渠伯皱眉，凭什么我们后半夜？我把水渠图摊开，你们村的田在低处，后半夜水温更稳，云沙镇田在高处，若不趁前半夜水势足，水根本上不去，不是偏水，是顺水。云沙镇代表也不说话，因为图上明明白白。众人沉默片刻，陈渠伯忽然笑了，记账人，你这账有意思，没写谁家名，反倒最公平。黑白灯在我袖中轻轻一亮，第2道锁亮了大半。可就在这时，人群里传来一道温和声音：林凡公子果然好手段。黑白灯骤然一暗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我却没有回头，因为我早就等着这一下。开口的人穿着茶商衣袍，面容普通，手里捧着一只白瓷茶罐。林七池的剑已经出鞘半寸，他笑了笑，我只是认错人，何必紧张？我转身摘下斗笠，你说认错人，可我带着斗笠背对你，今日还没有自报名号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茶商笑意微僵，我继续说，而且你刚刚站在人群里，先看黑白灯，再喊名字，说明你知道口名所的规矩，你不是茶商，你是来让第2所重启的人。林半山从旁边冒出来，好啊，终于有人让我讲道理了。茶商袖口微动，一张白纸飞出，化作纸鹤想走。段云鹤不知何时站在屋檐上，指尖一弹，纸鹤落入他掌中。茶商没有再装，他轻轻叹气，林家果然比旧闻里难缠。他说完，身形化作几片薄纸散开，不是逃得无影无踪，而是早有替身纸衣。韩问竹捡起地上一缕墨线，归墨摘的素毫墨。母亲脸色微沉，他们也盯上灯书了。我看着那张纸鹤，纸鹤背面写着一句话，名字是争端之事，抹去才得清净。我摇头，这话听着清净，其实偷懒，矛盾不解决，只把名字擦掉，就像锅糊了不洗锅，只把锅藏进柜子。方小满认真记下，这句好，我以后骂师傅不洗碗就用这个。谢福光怒道，你又记这种没用的。我说有用，至少今天能让大家笑一下。日落时分，两村代表按下手印，不是签给林家，而是签给春灯器。第2道锁彻底打开，口中无名，世上有凭。第3道本心锁最难，因为他要我一个人入灯书，母亲不许，父亲也不许。林七池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抱着剑站在门口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我知道他们怕什么，族谱上的名能一回去，口中的名能再喊出来，可心里的名若真被抹了，我还能不能回来？没人敢保证。傍晚，父亲带我去了一趟三山公益堂，常无就被安置在净室，没有受苦，也没有被羞辱，只是暂时不能离开。他看见我，沉默很久，才开口：“你不该来见我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来骂你，我是来问灯书。”常无就苦笑：“我当初收到过一封信，信上说长生树若共享，林家会被忘恩，林家会衰落，林家后辈会无处立足。那封信盖着黑白灯印，我那时心里有惧，所以信了。”他从袖中取出半枚乌木钱，有人让我将此物埋在长生树下，说可稳住灵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引出无名灯书的引子。我接过乌木签，上面有一行极淡的字：“第7页为真。”常无就看着我，我如今能提醒你的不多，只一句：别信第7页。我问为什么，他低声说：温兆水当年看书，喜欢在书页角落压一片青叶，第7页没有页痕，他是后来补进去的。走出净室时，我心里有些复杂。常无就错得很重，但他不是为了自己享乐，而是被恐惧推着走偏了。人最该警惕的，有时不是恶念，而是打着守护名义的害怕。回到林家，母亲已经翻出灯书残卷，果然前6页都有淡淡青叶痕，唯独第7页干净的像新纸，将里一闻了文墨，这墨里有绵草香，是归墨斋近10年才用的文墨方。母亲眼神冷了下来，所以第7页是假的。谢福光扶着胡子，真正的第7页在哪？方小满忽然举手，师傅会不会被夹在菜谱里？谢福光大怒，藏经阁重地，怎么可能把真叶夹在菜谱里？半炷香后，真叶从一本青笋汤谱里掉了出来。谢福光沉默了。林半山拍他肩膀，研究古籍装订，果然有用。真叶上写的不是恐吓，而是一句话：抹名者，非抹其人，乃放其职。本心若明，归来仍可闻家灯。母亲看完，终于长出一口气，但她还是握住我的手。凡儿，你可以不去，长生树沉睡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我摇头，娘，武春令是很多人的愿，灯书里还有另一个声音等了16年，我想去看看他到底是谁。父亲没有劝，只是把家主令取下，挂到我腰间。我愣住，爹，我现在名册在你，不能用这个。父亲说，这是父亲给儿子的，不是家主给族人的。我眼眶一热，林七尺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枚剑穗，很旧，颜色有些褪。他说，回来还我。我问，若我忘了呢？他平静道，我会提醒你。怎么提醒？他看着我，用剑鞘敲你脚边的石头。我笑了，这很林七尺。夜深，我独自走入藏经阁底层，黑白灯在两侧亮起，身后的门缓缓合上。最后一刻，我听见母亲喊我，凡儿，早点回家吃饭。灯书中的黑白光忽然柔和了一点，像是也听见了。我踏入最后一门，眼前不是书房，而是一座用书页搭成的小城。街边是书，桥是书，屋檐是书，连河水都是流动的墨。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坐在桥头，手里捧着一本空白书。他抬头看我，终于只剩你了。我看着他，你是谁？他笑了笑，我是林凡。我说不巧，我也是。他站起来，眉眼身形都与我一样，只是眼神更紧，像在没有风的屋子里坐了很多年。你在外面有父母，有族人，有朋友，有热汤，有青叶糕。我在书里只有黑白灯。你拿回武春令，所有人都夸你，可你知道这16年是谁替你守着灯书裂口吗？我心头一震，是你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抬手，书页小城亮起一幅幅画。母亲在青琼岭振兴枯坐，父亲每年来镇外站到天明，长生树半枯半醒。藏经阁底层一盏黑白灯，一年又一年的燃着，而灯下坐着一个小小的影子，从孩童模样慢慢长成我的模样。他轻声说，你出生那夜轮回印不稳，照明灯书感应到你的名，便取走一缕未成型的名义，压住长生树的裂口。你娘以为那只是正文，你爹也不知道我会醒。后来我醒了，却已经出不去。我握紧拳，所以你不是来抢我的名字。他看着我，一开始不是，可我听见外面每个人都喊林凡，我也想知道这个名字落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书城的风停了，他说，把名字给我，你做无名人，我替你回林家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所有记忆，我会孝顺你父母，会守春灯器，会还那孩子青叶糕，我会做得很好，甚至比你好。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心里，若他真有我的记忆，真能做得好，那我拒绝。是不是只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名？他又抬手，我看见另一幅画，我从灯书里出去，所有人都忘了林凡。母亲端着热汤站在门口，却不知道该等谁。父亲看着家
主令发呆。林七池手里握着剑髓，却想不起要还给谁。我心口一疼，差点开口答应。就在这时，木灵、棋子、瓷碗、竹笛、铜钱5件旧物在我袖中同时一热。雨巷里小女孩问：青灯还会亮吗？边城小孩递来半块麦饼。粥铺的人一起添柴，山雾里众人互相拉绳。渡口老人说要让灯一直有人点。我忽然清醒，我看着那个和我一样的人，你说你知道我的记忆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叫林凡，是因为我做过那些事。若我把名字给你，你能替我吃饭，替我练剑，替我还高，可你不能替我走以后每一步。他眼神微冷，你是不肯。我摇头，我不是不肯给，我是不能把你当成替身，也不能把自己当成名字的奴隶。你守灯16年，你不该叫林凡的影子，你该有自己的名。他怔住，自己地名。我走上桥，把空灯盏放在他面前。你守黑白灯，也守人归路，不如叫明归。愿你从此不是我的替身，而是灯书的守灯人。他说不出话，书城的河水轻轻晃动，像一座城终于有了风。许久后，他低声问：若我有了名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我说记得，我欠你的不是一个名字，是16年的谢谢。这一次，他眼里的冷意散了，却多了一点委屈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孩子。终于等到有人说：你也辛苦了。我鼻子发酸。明归抬手，书城中央出现一本无名灯书。他说：真正的本心锁，不是让我取代你，是看你会不会看见我。锁开了，可就在灯书打开的一瞬，第7页忽然从书中飞出，化作一只素白长毫，长毫落下，要在我的名字上划去最后一笔。明归脸色一变，外面有人动手。同一时刻，藏经阁外，归墨斋的人来了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灰白长衫的男子，面容清瘦，眼神温和，却让人看着不舒服，像一张太干净的纸，没有折痕，也没有温度。他自称齐听寒，归墨斋执笔人，父亲挡在阁前。齐先生此来何事？齐听寒微微行礼，来取一件本该由归墨斋保管的书，无名灯书。裴兆寒冷声道：灯书在林家阻隔，何时成了你们的？齐听寒笑了，名字写在谁家，东西便是谁家吗？世间争端，皆因你我之分。若归墨斋掌灯书，便可抹去旧怨旧名，人人无争，岂不清净？林半山听得头疼，你说简单点。齐听寒看向他，简单点，把书交给我。林半山点头，这就听懂了。然后他搬来一张椅子，坐在藏经阁门口，不交。齐听寒笑意不变，林家何必执迷？林凡此刻已在书中，只要我落下一笔，他之名便归灯书。你们纵有再多不舍，也留不住。母亲眼神冷下去，第7页是你放的。齐听寒没有否认。温兆水，你当年若肯把灯书交出来，便不会困在青琼岭16年。母亲轻声说：我困16年，不是因为不交书，是因为不愿把很多人的名字交给不懂珍惜的人。齐听寒抬手，10几张空白纸页飞起，不伤人，却将众人隔在藏经阁外。韩问竹以棋盘推演，将离异要相尾神。段云鹤和裴兆寒同时出手截止。林七池最直接，一剑斩向纸页最薄处，纸页被分开，但很快又合上。齐听寒淡淡道：纸无名，斩不尽。林七池看着他，那就写上名再斩。他抬剑在纸页上划出一道清亮剑痕，剑痕不是伤人，而是标记。萧问月立刻接上木剑，每一剑都点在剑痕处，纸页有了名位，便不再飘忽。陆南星吹起羽竹笛，风声一转，纸页被吹到一处。林半山终于找到机会，一掌拍在地面，不是打人，是震开纸震根基。他说：我今日讲的道理叫纸再多也怕潮。江离一顺手洒出一瓶清露，纸页瞬间软了半寸。方小满在后面鼓掌。三叔这次讲的有文化，可素毫笔已经刺入灯书。书城之中，我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压在一页纸上。齐听寒的声音从纸页里传来：林凡，交出名，我给你清净。我冷笑：你这清净，听得像把账本烧了就不用还账。齐听寒声音依旧温和：账本在，怨便在，错便在，人会被过去困住，我替世人抹去，有何不好？我说错事不能靠抹去解决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修正的修正，该记住的记住。记账不是为了怨，是为了以后不再重来。明归站在我身侧，第一次开口帮我。灯书不抹责任，只照本心。齐听寒沉默一瞬，随后素毫笔狠狠落下。那我便连你这书灵一起抹去。我和明归同时按住无名灯书，5件旧物飞起，木铃响，棋子落，瓷碗晨光，竹笛引风，铜钱照露。无名灯书翻开真正第7页，又翻开第8页、第9页，最后停在一页空白处。明归说：这里记着篡改者之名，只是被他自己用素毫墨遮住。我立刻明白，照明灯阵不怕无名，怕假名。我运转轮回一，不是强攻，而是用听草诀去听纸页纤维里的墨香，用观视眼看笔锋落底，用小回春手催开青叶痕。那一页空白纸上缓缓浮出3个字：齐听寒。外面，齐听寒脸色终于变了。不可能！方小满抱着一本后册跑出来。可能，你3年前借过藏经阁外拓本，用的就是这种墨。借书册上还留着你的印。谢福光在后面气喘吁吁。老夫就说，借书登记比什么法器都可靠。韩问竹将棋子一落：3年前你从云麓书院借走灯阵注解，日期与架第7页墨痕相合。将离补上一句：墨中年草，也出自归墨斋近10年方子。裴兆寒把纸鹤丢到他面前，守灯楼还查到青琼岭镇外3次补阵都有你的旨意。齐听寒第一次笑不出来，他望着藏经阁，声音沉了下去：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？我抹名不是为私，我是为了让世间少些纷争。我从灯书里回应他：若真为少纷争，就该让账更明，让路更清，让后来人知道哪里错过，而不是把所有痕迹擦干净。齐听寒握住素毫笔，还想再写，父亲却取出春灯器，3山6郡的灯光同时在器上亮起，不是压人，是见证。父亲说：齐听寒，你篡改旧业，误导常无咎，搅乱春灯器，今日不由林家私断，交3山公一堂，由书院、药谷、守灯楼、6郡耆老共同审明。齐听寒看着那一盏盏灯，终于放下笔，他低声说：人心会让你们失望。父亲回答：也会让我们继续修正，这才是人间。齐听寒被带走时，没有人欢呼，因为这不是打倒一个人就结束的事。归墨斋还有多少假页，多少被抹过的旧账，没人知道，但至少这一页被翻回来了。灯书之中，素毫笔的影子散去，无名灯书终于完全打开。明归站在书前看着我，第6因果历练要开始了。我还没来得及问，眼前就一花。这一次我成了杏花渡一个小路官，桌上一摞空白册，门外排着长长的队，有人要把善举写大一些，有人要把过错写小一些，有人想替父亲留名，有人不想让自己的失误被后人知道。我面前的任务只有一句：写一册让后来人愿意看的春灯簿。这比打架难多了。一个富商拿着厚礼来说自己捐了3座桥，要写在第1页。我问桥通了吗？他说快了。我又问桥墩稳吗？他不说话了。一个老匠人站在后面，手上全是茧，小声说桥墩还
还差3日，水泥土要等雨后再压。我把第1页写给老匠人，不是写他多伟大，只写桥墩需等雨后3日再压，后人照做，桥变稳，富商不满。我说你捐银可记，但桥怎么稳更该记。第2个来的是一位妇人，她每年都补渡口木牌，却不肯留名。她说我只是顺手。我问为什么顺手10年，她沉默很久，才说我小时候迷路，有人在渡口木牌下给我留过1碗热水，那人没留名，我也不想留。我想了想，在册上写下渡口木牌，每年春后补漆，若有余力留1壶温水，不写他的名，却把他做的事写清楚。第3个来的是少年学徒，他修渠时算错1寸，差点让水流偏走，他怕被写入错册。我问他后来如何，他说师傅带我重算3遍，渠修好了，我便写此处水口曾误1寸，后改正。新学者需复算3遍。少年红了眼，问我不写我的错吗？我说错要写，但不是为了盯住你，是为了让后来人少走弯路。1日又1日，我终于明白，春灯部不是功劳部，也不是罪过部，它是一盏给后来人看的灯。有些名字该留，因为需要负责；有些名字可以不留，因为是比名更长久。最后1页，我写下4句话：善不必争名，错不可无痕，事要有人接，灯要有人转。写完这4句，杏花渡的灯全部亮起。我回到书城，无名灯书落入我掌心，轮回印第6圈彻底成型，寿元又增5载，根骨再洗一层，我的清灵根从下品稳稳踏入中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得到了一门心法，照明诀。它不能杀敌，也不能让我飞天遁地，但能照见一件事背后谁做了什么，谁该负责，谁在补救，谁在遮掩。这本事听起来不威风，可我喜欢，因为它能让很多仗不再糊成一锅粥。明归看着我，你该回去了。我问你呢？他指了指无名灯书，我手这里，以后藏经阁若有人借书不还，我会提醒他。我想起林半山，提醒可以，别总砸头。明归认真想了想，那砸脚边。我笑了，这倒很像林七尺。离开前，明归忽然叫住我，林凡。我回头，他第一次喊我的名字，没有抢夺，没有不甘，只是像朋友一样。他说替我也吃1块青叶糕，我点头，2块，1块算你的，1块算我欠那孩子的。明归笑了，书城化作灯光散开，我睁开眼时，已经躺在藏经阁底层，母亲坐在我身边，眼睛红红的，父亲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握着家主令，林七尺靠在门边，剑穗还在我手里。我张了张嘴，娘。母亲一把抱住我，凡儿这2个字落下，我心里最后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。世上还有林凡这个名字，但他不在世所。是我回家时，有人喊亮的一盏灯，林半山挤进来，那孩子回来了没有？方小满在后面提醒，可以喊名字了。林半山立刻大喊，林凡，你欠我30里水渠。我刚醒，差点又晕过去。父亲淡淡道，水渠是裴兆涵欠你的。林半山一拍脑袋，对，那林凡欠我什么？小族弟从后面探头，欠我青叶糕。我虚弱的举手，都欠，但先让我吃饭。这一顿饭吃的比庆功宴还热闹，母亲亲自下厨，做了青笋汤、青叶糕，还有1碗热面。父亲本想帮忙切笋，结果把笋切得像阵势。母亲看了一眼，没有嫌弃，只说怀孕你还是去摆碗吧。林半山在旁边拆台，嫂子，他当年第1次下厨，差点把锅练成法器。父亲耳根微红，那锅后来挺耐用，我差点笑喷。这种日子比任何修行机缘都珍贵。夜里我去长生树下散步，林七尺跟在旁边，他问入灯书时怕不怕？我说怕，怕得要命。他看我笑了笑，我怕回来以后你真用剑鞘敲我脚边石头。他面无表情，你若不回来，我会把整条路的石头都敲一遍。我心口微热，把剑穗递给他，还你。他没有接，先放你那里。为什么？他看向远处长生树，你以后要走的路还长，带着，免得迷路。我握着剑穗，轻声说好。第2日，春灯器正式落成，3山6郡的人都来了。云麓书院摆出水脉土，青兰药谷送来暖土草，手灯楼改名的牌匾也送到，断灯2字被取下，手灯2字挂上去。裴兆涵站在牌匾下，神情复杂。林半山背着铁锹走过去，别看了，先修渠。裴兆涵沉默片刻，走吧。段云鹤在后面笑得肩膀发抖。春灯器签署时，父亲没有把林家名字写在最上面，而是将长生树画在中央，四周留给书院、药谷、手灯楼、6郡镇老以及林家。我只在最后写了2个字：见证。韩问竹看见后点头，这比写第1位更重，因为见证的人以后最不能装看不见。我苦笑，韩先生，您能不能别把话说得这么吓人？他认真道，不能。方小暖趴在桌边，小声问，那我能不能也写见证？谢福光说，你先把昨天的书归位。方小暖立刻低头，我还是见证典型吧。春灯器落成没多久，第1个小麻烦就来了。石渠镇的赵彦州带着几名管事上门，说新分的水势不公，云沙镇多得1成，石渠镇少得1成。他语气不重，却有些咄咄逼人。林家若说共享，就该1碗水端平。这话一出，周围人都看向我，若处理不好，春灯器就会被说成好听的空话。我没有急，只让人取来3日水牌，又亲自去石渠镇走了一趟。赵彦州一路盯着我，似乎等我出错。我走到石渠镇渠口，听草蕨一动，水边芦苇根传来细细的闷声。我蹲下去，挖出一大团缠在暗口的根须，不脏，只是堵得结实。我说，你们不是少分了1成，是暗口堵了1成。赵彦州脸色微变，不可能，我昨日才查过。我用照明诀看向水牌，水牌上浮出淡淡纹路。昨日查渠的人只看了明渠，没有看暗口，不是有人贪，是规程漏了一步。赵彦州身后有一名年轻管事涨红脸，是我查的，我以为暗口3月一查就够。我说那就改规程，雨后7日暗口必查。赵彦州沉默片刻，向我行礼，是我急了。林家没有偏袒，我回礼，你急得对。春灯器刚立，每个人都该盯紧些，这不是不信任，是一起守规矩。这一下，围观的人都服了。真正的打脸，不是让赵彦州难堪，而是让他带着新规程回去，从此少赌1成水。林半山在旁边叹气，我本来都准备讲道理了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解决了？我说三叔，你的道理留着修渠。裴兆涵远远喊，他已经讲了一上午，水渠都听烦了。大家又笑，日子终于有了几分安稳。我每天清晨在长生树下修炼，中午去藏经阁帮明归整理灯书，下午跟母亲学阵，傍晚被林七池追着练剑。我的修为没有突然暴涨，依旧只是一步一步引气筑基，可灵气在经脉里越来越顺，听风步也越来越稳。最让我惊喜的是披风那一世，终于不再像砍柴。林七池看完点了点头，有点见样了。我问几分，他说1分。我说那以前呢？他想了想，柴火看了都害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今晚多练半个时辰。林家小比那天，我本来只想看热闹，结果被林仲宇推上了台。他说你既然已经回族谱，就该按同辈规矩比1场。我看着他，你是不是想报上次被打脸的仇？林仲宇一本正经，我没有被打脸。
脸，我只是被规矩教育。台下族人笑成一片，对手是一个练气圆满的族兄林之远，修为比我高，剑法也稳，很多人都替我捏汗，我自己也捏汗，因为我知道硬拼肯定输。于是比试开始后，我只做3件事：听风、躲剑、找破绽。林之远连出7剑，件件稳妥，但稳妥也有稳妥的问题，他的步伐每3步会轻轻顿一下，不是错，是习惯。第8剑到来时，我用听风步侧身，木剑不斩人，只轻轻点在他腰间的小铃上，叮铃响，比试结束，台下一静，随后爆发出欢呼。林之远愣了半晌，然后笑了：“好小子，你真是扮猪吃老虎。”我认真纠正：“我不是猪，我只是以前比较像普通山羊。”林半山在台下大喊：“山羊也行，能赢就行。”父亲坐在主位上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母亲鼓掌最轻却最认真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慢一点也没关系，只要每天都比昨天多走1寸，迟早能走出自己的路。可安稳日子从来不会太久。第7日夜里，我在藏经阁底层帮明圭补书页。明圭现在有了名字，脾气也变得明显，谁把书放错，他就让那本书在那人面前翻页。谢福光被烦得不行，只好把多年乱塞的菜谱全归了类。方小暖高兴坏了，因为他终于知道哪本是真菜谱，哪本是假古籍。我问明圭，龟墨斋那边可有消息？明圭翻动登书，齐听函只是执笔人之一，他背后还有一座墨库，里面存着许多被改过的旧页。我皱眉，能找到吗？明圭摇头，登书缺了1页，指不出去。我心里一动，缺哪1页？明圭沉默片刻。第7因果页。话音刚落，轮回印忽然发热，不是前几次那种温暖，而是一种细细的雨意，像有雨落在伞面。我掌心浮出新字：第7因果物，就雨伞所在。白鹿集开启条件，帮一个人忘记你的恩情。我愣住，帮一个人忘记我的恩情，这是什么奇怪条件？明圭看着登书，脸色也变了。白鹿集这个地方不在3山6郡的名册里，却在许多被抹掉的旧页边角出现过。我还没来得及问，藏经阁窗外忽然传来滴答一声，明明夜空无雨，窗台上却多了一把旧油纸伞，伞骨微弯，伞面有补过的痕迹，伞柄上挂着一枚木牌，木牌上写着一行小字：借伞人林凡，归还期16年前。我盯着那块木牌，后背一点点发凉。我从未去过白鹿集，也从未借过这把伞，可木牌上的字迹竟然和我现在写字的笔锋一模一样。明圭低声说：“林凡，这一次可能不是旧院在等你，是有人正在用你的名字过另一段人生。”而窗外无雨的夜色里，那把旧伞自己缓缓撑开，伞下传来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“林凡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”那把旧伞撑开的瞬间，窗外没有雨，可屋檐下却响起了细密雨声。明圭站在无名灯书旁，手指按住书页，脸色比刚才更白。这不是普通旧物，这是借名伞。我问：“借名伞是什么？”明圭低声说：“白鹿集的旧器，伞下的人可以借一个名字行事，名字会替他挡住追查，也会替他记下恩债。”我看着伞柄上的木牌，借伞人林凡，归还期16年前。我后背发凉，我今年才17，16年前我还在襁褓里，谁会借我的名？旧伞下的声音又响了一次：“林凡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”这一次我听清了，那声音不是从伞里活过来，而是宇文震留下的回音，像有人站在很多年前的雨里，对着一把伞说话。方小暖吓得抱紧书册，他是不是躲在伞里？谢福光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旁边的书架上：“别胡说，伞里怎么躲人？”方小暖认真看着那把旧伞：“那他躲哪？”谢福光沉默片刻：“躲帐里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可母亲很快赶来，她只看了一眼旧伞，脸色就变了。白鹿集，父亲也皱眉，这地方不是早就封籍了吗？母亲走到伞前，指尖轻轻摸过伞骨上补过的痕迹，她声音很低：“不是封籍，是被抹出了名册。”我心中一动，龟墨斋。母亲点头：“16年前，我去青琼岭前，曾绕路去过白鹿集，那时龟墨斋已经在暗中改他们的伞账。若伞账被改，白鹿集所有修渠、修桥、借伞救急的旧事都会变成假账。”我问：“那你为何用了我的名字？”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父亲握住她的手，他才继续说：“那时你刚出生不久，轮回印还未稳定，你的名没有入外册，龟墨斋查不到，我便用你的名借了这把伞，本想3日后归还，可后来我被困青琼岭，这一借就是16年。”屋内安静下来，我忽然明白，这不是有人偷用我的名字那么简单，是母亲当年为了护住白鹿集，把一个无人能查的名字借了出去。可她没有想到，这个名字后来真的长大了，还会背着伞杖找上门。母亲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愧意：“凡儿，这本不该落到你身上。”我摇头：“娘，你当年借的不是我的命，是我的名，名可以还，账可以查，你别把错往自己身上背。”母亲眼眶一红，还没说话，林半山已经扛着铁锹冲进来：“什么账？谁敢让小凡背账？我现在就去跟他讲道理。”裴兆涵从门外慢悠悠走进来：“你先把30里水渠修完。”林半山脸色一僵：“你怎么还记着？”裴兆涵说：“我现在是守灯楼，专门记账。”林半山沉默片刻：“那我边修边讲。”父亲看向旧伞，白鹿集既然被抹出名册，此行不能兴师动众，越多人去，越容易惊动龟墨斋，最后同行的人定下我、林七池、方小满、段云鹤、顾南慈。父亲和母亲留在林家稳住春灯起，裴兆涵和林半山继续修渠。林半山一听自己不能去，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叠纸，塞进我手里，这是我写的录音。我打开一看，第1章写着：“谁敢坑林凡，来林家找林半山讲道理。”第2章写着：“如果讲不通，请找林怀月。”第3章更离谱：“如果还讲不通，请等温兆水喝完汤再说。”我默默收起来，这东西未必能护身，但肯定能把人看懵。母亲给了我一盒补伞针，针不锋利，却能缝合伞面语文。她说：“白鹿集的人重恩也怕恩，你去了之后别急着还，先听他们怎么说。”父亲把一张空白水牌递给我：“若账乱就写清楚，若人乱就先让他们坐下喝水。”我点头记住了。临走前，林七池把伞拿过去看了一眼，伞骨有裂，路上别乱撑。我问：“那下雨怎么办？”他淡淡道：“你撑。”我看着他：“你刚说别乱撑。”他看着我：“下雨不叫乱撑。”方小暖在旁边认真记下：“今日学到，下雨撑伞不算乱撑。”谢福光气得胡子一抖：“你能不能记点有用的？”白鹿集在3山6郡边缘，不在大路上，也不在意图里。我们沿着旧伞的语文走，伞不指方向，只在风里滴水，水滴落向哪里，哪里就有旧路。第1日还算顺利，第2日却遇到一座回声桥，桥不长，但桥下山峰绕着石壁转，人走到一半，耳边全是自己的脚步声，很容易判断错距离。桥头有几个年轻修士正在争，其中一个叫顾青年，腰间挂着玉牌，看见我撑着破伞，忍不住笑了一声：“这位兄台，你这伞都裂了，还敢过回声桥？”我说：“伞裂了不耽误听风。”他摇头：“桥上靠的是修为，不是听风。”他话刚落，同行一个弟子走上桥，刚走7步就被回声扰
乱，幸好旁人及时拉住，没有出事。顾青言脸色有些挂不住，我没有嘲笑他，只是走到桥边，闭眼听了一会儿。桥下风声有3层，上层快，中层乱，下层稳。我把旧伞横在肩上，用伞面接住上层风，再用听风不踩下层风的节奏，1步2步3步，桥上回声像乱麻，可我只听真正的风。不到半盏茶，我走到对岸，又折返回来。顾青言愣在原地，这也行？我把伞递给他，你试试。他有些尴尬，我刚才还笑你，我笑了，没事，等你过桥再谢我。他接过伞，按我的步子走，果然稳稳过了桥。回来时，他向我行礼，林兄，是我眼浅。我回礼，你不是眼浅，是耳朵太忙。众人都笑了。段云鹤在旁边摇头，你现在打脸都不带响。我说讲了容易惊动归莫斋，顾南慈补了一句，也容易让三叔以为有人需要讲道理。这话一出，连林七池都笑了一下。第3日傍晚，我们终于到了白鹿山外，山脚下有一块空白木牌，木牌没有字，却挂满细细伞绳，风一吹，伞绳轻轻晃，像一排没写完的名字。方小满小声问，这就是白鹿集？顾南慈摇头，这只是门，真正的集在雨里，可天上没有雨。我撑开旧伞，伞面上那道补痕忽然亮起，一滴雨落下，接着第2滴、第3滴，很快，只有伞下这一小片地方下起了雨，雨滴落在空白木牌上，木牌慢慢浮出3个字，白鹿集。下一刻，山雾散开，一条青石街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街上行人不少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伞，可没有一把伞写着名字。铺子的招牌也是空的，只画图案，卖茶的画茶盏，卖糕的画鹿角，卖伞的画一片雨。街口站着一名青衣女子，眉眼青了，手里捧着一本伞杖，她看着我手中的旧伞，声音很平，借伞还是还伞？我说还伞也还账。她眼神微微一动，白鹿集，叶听兰，我叫林凡。听到我的名字，街上所有伞都轻轻一颤，有人停下脚步，有人低声议论，有人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像看一个等了很多年的人，也像看一个麻烦。叶听兰合上伞杖，林凡不该来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因为白鹿集欠林凡1372笔恩，你若来收，我们还不起；你若不收，伞杖会乱。我愣住，1372笔。方小满小声嘀咕，这得多少青叶膏才能抵？顾南慈面无表情，抵不起。林七尺看着叶听兰，他不是来收恩。叶听兰看向他，那他来做什么？我收起旧伞，我来弄清楚这些恩到底是谁的。叶听兰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侧身让路。既然如此，先过3件小事，若小事都理不清，大账就不用烦。第1件小事是白伞棚漏雨，白伞棚是白鹿集借伞的地方，棚顶挂着上百把旧伞，每把伞都被借过很多次，可最近明明没有大雨，棚里却天天滴水，伞面受潮，伞骨容易变形。几个伞匠查了3日都没查出原因。方小满仰头看着棚顶，这不是漏雨吗？叶听兰说，若只是漏雨，还用等你们来？我走进棚中，没有急着看棚顶，而是蹲下摸了摸地面，地面很干，只有东南角的木桩有湿气。我运转听草诀，棚外一丛青苔发出很闷的声音，像被水堵住了气。我又用照明诀看向棚柱，一层淡淡水纹浮现，不是从上往下，是从下往上。我说不是棚漏，是地渠回潮。叶听兰眼神一动，我继续说，白鹿集的地渠接着山泉，昨夜有人把溪口温石挪了2寸，热气回流，水汽就从棚柱里往上冒，看起来像漏雨。几个伞匠连忙去查，果然在溪口找到偏移的温石，温石摆回原位，白伞棚滴水立刻停了。叶听兰身后一个老伞匠看着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伞会淋雨，木头会记湿，问木头就行。方小满立刻又要记，谢福光不在，没人拦他。第2件小事是茶价乱，白鹿集街上有3家茶铺，同样一壶雨前茶，第1家3枚0倍，第2家5枚，第3家要价8枚。外来客觉得被坑，本地人却说各有各的难，若争不清，外客就会说白鹿集不公，本地人又觉得外客不懂就规。叶听兰让我来断，我坐在茶棚下，一连喝了3壶，喝到第4壶时，林七尺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太对，他说你是来断账还是来喝茶？我放下杯子，茶不同，第1家水净柴净，茶也普通，3枚合理，第2家用的是山腰泉水，每日要挑2趟，5枚不贵，第3家最贵，却不是茶贵，是他替白鹿集守夜，夜里过路人若没伞，能在这里歇脚。茶钱里有一半是夜灯钱。第3家老板愣住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指了指柜台下那排旧灯芯，灯芯烧得均匀，不是摆设。我又说，但你错在没写明，外客只看见8枚，不知道8枚里有夜灯，自然觉得被坑。我让顾南慈写了3块小牌，茶钱、水钱、夜灯钱，愿意付夜灯的付，不愿意的只喝茶。3家茶铺都松了一口气。街上有人低声说，这林凡不像来收恩的，倒像来拆账。段云鹤笑道，他最擅长把胡账拆成清账。我看他一眼，你这是夸我吗？他说目前算。第3件小事是一根伞骨丢了，丢伞骨的是个小孩，名叫阿团，他抱着一把小伞哭得抽抽噎噎，那伞是他祖母留给他的，少了一根伞骨，撑开就歪。阿团说是外来人偷的。几个白鹿集少年已经围住一个赶路书生，书生急得脸都白了。我蹲下问阿团，你最后在哪里见过伞骨？阿团抹眼泪，鹿角糕铺前。我听了听风，又看了看地上的高渣，伞骨细而轻，若被人偷不会留下拖痕，可高渣一路滚到墙角，墙角有一只白毛小鹿正低头咬伞骨上的红线。我走过去把伞骨取回来，小鹿还不乐意，用头蹭我袖子。方小满眼睛亮了，他是不是也想吃青叶糕？我说他想吃红线。阿团拿回伞骨，脸一下红了，他跑到书生面前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书生也松了口气，没事，找回来就好。叶听兰看着这一幕，神色终于缓和，小事已过，你可以翻大账。可就在这时，街尾一间小铺的灯亮了，灯光是暖黄色，铺门上没有字，只挂着一串小小的雨灯。叶听兰低声说，你要找的条件在那里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掌心轮回印微微发热，帮一个人忘记你的恩情，那个人就在雨灯铺。雨灯铺的主人叫乔婉莹，她穿着浅青衣裙，袖口绣着细小的雨纹。看见我进门，她手里的灯签啪嗒落在桌上。林凡，她喊得很轻，却像喊了很多年。我还没开口，她已经取出一只木匣，木匣里有铺契、零贝，还有一叠修伞票据。她把木匣推到我面前，这些都是还你的。我没有接，我先问，我什么时候帮过你？乔婉莹愣住，你不记得了？我摇头，不记得。她眼眶一下红了。10年前白鹿集大雨，我爹送药摔伤，药散了一地，是撑着林凡伞的人把药重新送到医棚，又替我守了一夜雨灯，我爹才熬过那场病。从那以后，我每日点1盏灯，等你来。我看着那木匣，心里有些难受。10年前，我还在林家为尹妻发愁，根本没来过白鹿集。他等的不是我，可他等了10年，这10年不是假的。我轻声说，乔姑娘，若那个人不是我呢？她怔住，不可能，伞上写的清楚，借命。
名林凡。我问，那你记得他的脸吗？乔婉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来。那一夜雨太大，伞挡着灯，他只记得伞柄上写着林凡，也只记得那人说灯别灭，人就有路。从那以后，他把这句话刻在心上，也把林凡这个名字刻成了一盏还不完的灯。轮回印在掌心发热，可历练没有开启，说明只告诉他真相还不够。忘记恩情，不是让他忘记那夜，而是让他不再被那夜困住。我坐在灯铺里，陪他做了一碗雨灯，灯质很薄，要先刷一层鹿胶，再压雨纹。我手笨，刷坏了3张。林七池站在旁边看了半晌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你这手练剑像劈柴，胡灯像胡墙。”乔婉莹没忍住笑了，笑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我松了口气，能笑就好。方小暖更直接，他把自己糊的灯举起来，像不像鹿？顾南慈看了一眼，像被雨淋过的萝卜。方小暖认真点头，那也算白鹿级特产。乔婉莹终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她笑着笑着，忽然低头哭了。我爹走之前说要还，我记了10年，可我越记越怕，怕自己还不完，怕林凡来的嫌少，也怕林凡永远不来。我沉默片刻，把那盏被我糊坏的灯放到他面前。若变成怕，就不是灯，是绳子。乔婉莹抬头看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可以记得那场雨，也可以记得那句话，但别把整个人生都抵给一个名字。你若真想还，就把灯挂到门外，以后谁雨夜迷路都能看见。他怔怔看着门口，许久后，他把木匣合上，又把写着林凡2字的恩牌取下。那牌子已经被擦得很亮，他指尖颤了一下，最终没有砸，也没有烧，只是把它放进抽屉，然后在门外挂上一块新牌，雨夜有灯，不问来明。那一瞬间，轮回印猛地一亮，就雨伞自动撑开，雨声从伞面滚落。乔婉莹看着我，轻声说：“林凡，我不还你了，我把这盏灯还给以后下雨的人。”话音落下，我的眼前被雨水铺满。第7段轮回历练开启了。这一次，我站在白鹿集一间伞铺里，门外雨声连绵，铺里只有17把伞，可门外排着30多人，有人赶着送药，有人要去接孩子，有人要去修渠口，还有人只是想回家喝一碗热汤。掌柜不在，我成了守铺的小伙计。墙上写着规矩：一伞一名，一名一债，借伞者需记恩，还伞者需报恩。我看着那几行字，忽然觉得不对，若每借一把伞，就多一笔恩债。那伞铺迟早不是帮人避雨，而是让人背债。第一个进来的是富商管事，他要买走全部伞，说价钱翻倍。我问你买来做什么？他说给客栈贵客用。我又问门外的人怎么办？他说他们可以等雨停。门外一个送药少年急得眼睛通红。我看了看墙上的规矩，没有把伞卖给富商，而是把17把伞全部挂到门外，每把伞上绑一根不同颜色的线。我写下新规：急者先用，用完归还，若有余力补一针，添一线，不必留名。富商管事不满，你不收名，谁还伞？我说先是1日，若一把不回，我赔。雨里的人都愣住了。送药少年拿了第1把伞冲进雨中，接孩子的妇人拿了第2把，修渠老将拿了第3把。不到半日，17把伞1把不剩。方才的富商管事站在铺里冷笑：你完了。可傍晚时，第1把伞回来了，伞面多了一处补线，第2把也回来了，伞柄挂着一小包热浆。第3把回来的时候，伞骨被修得比原来还稳。一整夜过去，17把伞回了15把，少的2把。第2日清晨也回来了，其中1把还带回了2把新伞。门外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是来借，是来添。有人送旧油布，有人送竹骨，有人送灯油。那富商管事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最后让伙计抬来一卷防雨布。他别扭地说：别写我的名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昨日我话说的不好听，写了丢人。我笑了，那就不写名，写不了如何用？他点头。这行第2场雨来得更急，白鹿集东街的桥板松了，孩子们回不了家，伞铺里已经没有多余伞。我想起粥铺那一夜，米不够就让人添柴，伞不够就让人添半子。我拆下破伞面，剪成小雨披，又把竹帘抹上油蜡，做成临时雨挡。修渠老将带人加固桥板，茶铺老板送来热茶，灯铺姑娘把雨灯挂到桥头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过桥。其中一个小姑娘跑过来，仰头问我：哥哥，我以后要报答你一辈子吗？我蹲下，把她被雨打歪的小帽扶着。不用，你以后遇到别人淋雨，帮他撑一会儿就好。他又问：那我若忘了你呢？我笑了，那说明伞真的走到路上。小姑娘似懂非懂，却认真点头。第3场雨是历练最后一关，铺里只剩1把旧伞。门外来了一个远行女子，她要去山外接一个多年未归的人，可她说自己记性不好，常常记不住人脸，也记不住恩情。她问我：这样的我能借伞吗？墙上的旧规在发光，一伞一名，一名一债。若按旧规，她借不了，因为她可能还不了恩。可我忽然明白，这就是轮回硬要我看的问题。恩若必须被记住才有意义，那很多善意就会变成交易。我把最后1把伞递给她，不用记我，记录不用还我，还给伞铺。女子怔住，那你图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图你别淋雨。她握着伞，向我深深一礼，转身走入雨中。她走远后，墙上的旧规一行行散开，新的字慢慢浮现：伞为遮雨，不为妇人，恩可记心，不可成债。名若忘却，路仍可名。雨停了，白鹿集上空出现一缕阳光。我回到现实时，乔婉莹的雨灯正挂在门外，旧伞悬在半空，伞骨里飞出一页薄薄的纸，纸上不是墨字，而是一道道雨痕。第7因果页归位了，轮回印第7圈成型，一股细密雨意洗过经脉。我的灵根没有猛然大变，却像被雨冲去尘土，中品轻灵根更稳，灵气从丹田缓缓溢沉，像在水面落下一粒石子，筑基出境。成了。我睁开眼，第一眼看见林七尺。他问成了，我点头。成了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伞，这次学了什么？我说听雨诀，还有借伞不借名。方小满在旁边小声问，那借青叶膏要不要留名？顾南慈说，你留不留名，谢富光都会找到你。方小满立刻把袖子里的半块膏塞回去，刚刚的温情瞬间被他吃没了一半。可大仗还没结束，就在第7因果页出现后，街口响起了鼓声，不是战鼓，是白鹿集开伞仗会的击鼓。叶听兰脸色一沉，归墨斋来了。一个穿墨青长衫的男子走入街中，他身后跟着几个捧卷弟子，每个人手里都抱着厚厚伞杖。男子眉眼温和，说话也温和，可那温和像泡过冷水的纸，没有一点热气。他向叶听兰行礼，归墨斋、楚云旭今日奉墨库令清理白鹿集旧恩账。叶听兰冷声道，白鹿集的账何时轮到归墨斋清理？楚云旭微微一笑，白鹿集欠林凡1372笔恩，林凡今日既然到，便该立下收恩书。若他收，白鹿集归林家名下照看；若他不收，便是弃恩。白鹿集伞杖从此作废。街上众人脸色都变了，这话狠，收恩我就成了拿恩情换地盘的人；不收，白鹿集所有旧事都会被判作无效。归墨斋不是来清账，是来逼我踩坑。段云鹤冷笑，你们归墨斋怎么每次都喜欢把路堵成2条？楚云旭看
看向他。段公子如今改投手登楼，倒是学会了伶牙俐齿。段云鹤还没说话，方小满举手，他以前也伶牙俐齿，只是现在比较像好人。段云鹤嘴角一抽，我谢谢你。楚云旭没有理会他，只看着我。林凡，你敢不敢翻这本恩章？我走到街中央，撑开就雨伞，敢，但要按白鹿籍的规矩翻。楚云旭笑了，白鹿籍的规矩，我点头。雨杖看雨，明杖看明，恩杖看事。你写了这么多字，总得让大家听听，那天有没有下过雨？楚云旭的笑意淡了半分。我运转听雨诀，第7因果叶悬在伞下，1372笔恩杖同时打开。真正的雨杖里，雨滴落在瓦上是碎声，落在油布上是闷声，落在竹桥上是脆声。不同的年份，不同的季节，雨声都不一样。可归墨斋拿出的账里有300多笔雨声完全相同，像同一支笔在同一张纸上重复写出来的语。我抬头看向楚云旭，你们写得出恩情，写不出雨声。人群一片哗然。叶听兰立刻让伞匠取出原伞，就伞一把把撑开，真正雨痕和假账一对，假的立刻显出空白。楚云旭脸色终于变了。我继续翻账，第177笔，林凡叶送药。我说这笔不该写林凡一人，当夜送药的人有3位，跑第1段的是乔婉莹，接第2段的是茶铺陈叔，最后撑伞到一棚的世界名人，名字不详。乔婉莹正主，我跑过第1段，我怎么忘了？叶听兰轻声说，那夜你年纪小，只记得有人撑着林凡伞回来，却忘了自己先冲进雨里叫人。我看向他，你不是只欠恩的人，你也是给过别人路的人。乔婉莹眼泪一下落了下来，她捂住嘴，却没有再说要还我一辈子。第230笔，林凡修伞棚。我说做事的是白鹿籍4名伞将，林凡只是借名签账。第410笔，林凡点灯。我说灯油来自茶铺，灯芯来自雨灯铺，守夜的是季听白。说出这个名字时，整条街忽然安静了。叶听兰脸色微变，乔婉莹也怔住。伞楼2层，一个灰衣青年缓缓走了出来，他大概20出头，眉眼清瘦，手里握着一根断伞骨。他看着我，许久后笑了一下，你终于把我的名字也翻出来了。我看着他，你就是那个用我名字过另一段人生的人。他点头。白鹿籍季听白也是这16年里借名林凡最多的人。我没有说话，街上的人却先乱了，有人惊讶，有人愧疚，有人低头，显然他们都知道季听白，却习惯把很多事记在林凡伞下。季听白走到我面前，声音平静。16年前，温前辈借伞离开后，白鹿籍的名册被归墨斋抹掉，对外送不出信，对内账也失真，只有林凡这个名字在借名伞上还能通行，所以我用了。他看着就伞，一开始我只是想保住伞账，后来大家一见林凡伞就安心，我便继续用。修桥用林凡，点灯用林凡，送药也用林凡，久而久之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。我叫季听白，他说这话是很淡，可我却听得心里发酸。名归守灯书16年，季听白守白鹿籍16年，一个在书里无人知道，一个在人群里被名字盖住。我问你恨我吗？季听白摇头，以前有一点，因为我写给林家的信都没有回音，我以为你们忘了白鹿籍，后来才知道信根本没出山。他看向楚云旭，都被归墨斋劫了。楚云旭冷声道，空口无凭。季听白抬手，断伞骨上浮出一排极细的雨字，16年，每一封信的语印都在。我用听雨诀一照，语印顿时化成一封封未送出的伞信。林家白鹿籍伞账被改，请查。林家雨灯铺缺药，请援。林家借名伞将裂，请归还。一封又一封，全都没有送到。母亲若在这里，一定会哭。我也差点红了眼。方小满在后面小声说，这账不能抹，抹了人就太委屈了。这一次没人笑他。楚云旭脸色阴沉，还想收卷离开。林七迟一步挡住他，剑未出鞘，却正好挡在路中。账没清完，人不能走。楚云旭看向我，林凡，你想扣我？我摇头，不是扣，是请你去3山公益堂说明。楚云旭冷笑，你们林家只会把人送公益堂吗？我说是，因为私下报复省事，但不正。这话落下，街上很多白鹿籍人都看向我，眼神和刚来时不一样了。叶听兰合上伞账，白鹿籍愿做见证。楚云旭还想再说，段云鹤已经取出守灯楼令牌，守灯楼也愿做见证。顾南祠把归墨斋假账一册册封好，云路书院会验墨，青兰药谷会验纸，3山6郡会验旧伞。你若清白，自然还你清白；你若不清白，也不会让你用清净2字糊过去。楚云旭终于不笑了，他被带走时，忽然回头看我，林凡，你以为你救了白鹿籍，可你只是在替自己铺一条更难的路。我说路难没事，我有伞。白鹿籍街上先是一静，随后不知谁笑了一声，接着整条街都笑了。紧绷了16年的雨，终于有了一点松开的声音。当晚，白鹿籍没有设大宴，只在街心摆了几张长桌，鹿角糕、雨前茶、热汤面，还有乔婉莹做的雨灯糖。方小满吃到第3块鹿角糕时，认真宣布白鹿籍应该写进名册，理由是什么？叶听兰问他，方小满说糕好吃。叶听兰愣了愣，然后笑了，这个理由比很多大话都实在。季听白坐在桌角，没有动筷。乔婉莹端着一碗热汤走过去，季听白，这碗给你。他手指一颤，像是不习惯有人这样喊他。乔婉莹眼眶微红，这些年我谢错了人，也忘了自己做过的事，以后我不说欠林凡，也不说欠你一辈子，我只说那夜的灯我们都守过。季听白低下头，许久后了一声，声音很轻，却像一把旧伞终于合上。我坐在不远处，心里忽然很安静。帮一个人忘记我的恩情，原来不是让他变得无情，而是让他明白，恩情不是压在一个人身上的山，而是一盏可以传下去的灯。夜深时，母亲来了，父亲也来了，他们接到守灯楼传讯，连夜赶到白鹿籍。母亲站在集口，看着那把旧雨伞，眼泪一下就落了。叶听兰走到他面前，温前辈，你说借3日，借了16年。母亲低声说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叶听兰沉默很久，忽然把伞杖递给他，不晚，你儿子把伞还了。母亲接过伞杖，指尖颤得厉害，他看向季听白，也看向乔婉莹，最后向白鹿籍所有人行了一礼。这一礼不是家主夫人的礼，只是一个持规借伞人的礼。白鹿籍众人纷纷回礼，没有人指责，也没有人趁机索取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真正该追的账已经指向归墨斋。父亲走到我身旁，看了看我身上的筑基气息，成了。我点头，成了。父亲淡淡道，明日回去扫夜。我愣住，爹，我筑基了。父亲看我一眼，筑基弟子扫夜更快。母亲在旁边笑出声，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林家最可怕的地方。你破镜也好，历练也好，回家一样要干活。林半山和裴兆涵第2天才到，两人靴子上全是曲泥。林半山一进白鹿籍就大喊，谁欺负小凡了？我刚修完30里水渠，现在能讲道理了。街上众人齐齐看向他，方小满小声说，已经讲完了。林半山脸色一垮，又没赶上。裴兆涵拍了拍他的肩，没事，还有归墨斋。林半山眼睛亮了，这个听起来能讲很久。
季听白看着他们，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。白鹿吉重入名册的事没有大张旗鼓，父亲只在春灯器旁边添了一页伞约：白鹿吉不归林家，也不归守登楼，他仍是白鹿吉，但以后伞账公开，雨账可查，若有纠纷，书院验字，药补验纸，守登楼验线，林家验水脉，白鹿吉自己验雨声，这才叫共守。签约那日，季听白把林凡伞的木牌取下，换成了新的牌子，白鹿共伞。我问他，你以后不用我的名了？他看着新木牌，不用了，我有自己的名。我笑着伸手，那重新认识一下。林家、林凡，他也伸手。白鹿吉、季听白，两只手握在一起，伞檐下刚好落下一滴雨，不偏不倚，砸在我们中间。方小满立刻鼓掌，这滴雨很会挑地方。林七尺看了一眼天，没下雨。我低头看就伞，伞面微微一动，像是在笑。回林家时，乔婉莹送了我一盏雨灯，她说这盏灯不写恩，只写路，若以后你迷路，就点它。季听白送了我一根伞骨，那是借明伞上最旧的一根。他说第7因果叶虽归位，但伞骨里还藏着一个雨声。我问什么雨声，他摇头，我听不懂，只知道它不是白鹿吉的雨。段云鹤听见这话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不是白鹿吉，那可能是莫库。叶听兰也低声说，归墨斋的莫库传闻在无雨之地，所以所有雨声到了那里都会被吞掉。我握着伞骨，心里记下这条暗线：无雨之地，莫库，还有那个让楚云旭也听令的莫库令。回到林家后，长生树落下一场很轻的轻雨，不是大雨，像给远归的人洗尘。族里的孩子围着我转，那个欠青叶高的小族弟最积极。樊哥哥，你又欠我1块。我震惊，为什么是又？他说你上次说2块，后来只给了1块半。方小满在旁边立刻举手，半块是我吃的。小族弟看着他，那你欠我。方小满想了想，我可以用鹿角糕底吗？小族弟认真点头，可以。我看着他们2个一本正经的改账，忽然觉得赵明爵以后最常用的地方，可能不是查归墨斋，而是查谁偷吃了糕。夜里，我去藏经阁底层见明龟，第7因果叶归入无名灯书，书页发出细密雨声。明龟伸手接住一滴雨光，白鹿吉回来了。我点头，季听白也回来了。明龟沉默片刻，他和我很像。我说是很像，但你们都不再是别人的影子。明龟翻了翻书页，从今日起，藏经阁借书可用共伞规矩，即用先借，还时补助。谢福光听见这话，当场冲下来，不行，书不是伞，伞铃坏了能补，书借丢了谁赔？明龟淡淡翻了一页，谢福光、蔡普3本仍未归位。谢福光立刻转身，我觉得共伞规矩很好。方小满在后面小声问，那我能不能急用鹿角糕？明龟说不能。方小满叹气，灯书真小气。我坐在书城边，把那根伞骨拿出来。明龟一看，无名灯书忽然合上，所有黑白灯同时暗了一瞬，我心里一沉，怎么了？明龟低声说，这根伞骨上有第8页的影子。我问第8因果物，他点头，但影子不完整，需要另一半旧物引路。话音刚落，藏经阁外传来急促脚步声，顾南慈推门而入，手里拿着一封公益堂急信。他平日最稳，这一次脸色却有些难看。公益堂那边出事了。我站起来，楚云旭逃了。顾南慈摇头，不是，楚云旭没有逃，他翻供了。我皱眉，翻供？顾南慈把信递给我，他说白鹿吉假账确实出自归墨斋，但不是齐听寒，也不是他，真正下第一笔假账的人用了林家家主旧印。我心口猛地一沉，父亲。顾南慈立刻说，家主当年不可能去过白鹿吉，所以这印多半有问题。但公益堂要求林家3日内给出说明，否则春灯器也会被牵连。我打开信，里面掉出半截木尺，木尺很旧，一端有水痕，一端有墨痕，尺背刻着4个字：天水渡尺。轮回印骤然发热，第7圈外，第8圈缓缓浮现，掌心出现新的字：第8因果物，半截量水尺，所在天水渡。开启条件，帮一个敌人证明清白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木尺里忽然传出齐听寒的声音：林凡，若你真信长，就来天水渡，看看你父亲当年到底替谁签过名。藏经阁的灯一盏盏亮起，明龟看着我，声音很低，这一次轮回印要你查的，可能不是别人欠你的账，而是林家欠出去的账。我握紧半截量水尺，忽然笑了，看来明天扫叶又要请假了。门外，父亲的声音淡淡传来：叶子我替你扫，但账你自己查。我回头，父亲站在灯下，神色平静，可他袖中的手第一次握得很紧。